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血泊中，看着满屋的鲜血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我刚刚被人杀了。几天前，爷爷突然打电话求我回去继承兽医店，可当我刚打开店门，就闻到了刺鼻的腐臭味。法医报告说，爷爷已经死去1个月了。我浑浑噩噩地办完丧事，才突然想起，既然爷爷已经死了1个月了，那几天前我所接的那通电话，到底是谁打的？砰砰砰！忽然有人敲门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会有人上门？我来到门边往外看，外面的街道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难道是听错了？我刚转身，一柄利刃刺进了我的身体。你是谁？真晦气，一个卖兽医的还想嫁豪门，真该死！毁掉你的眼睛，让你目不能视，进了地府也别想再指认我。他的刀指向我的眼睛，我只感觉一黑，意识彻底沉入了黑暗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身上的伤全都消失了，眼睛也很正常。如果不是衣服破破烂烂沾着血迹，我还以为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有心跳，皮肤也是暖的，所以我被杀死了，又活了。现在是午夜12点，只过去了不到10分钟。砰砰砰，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。啊，不会又是什么重生局吧？我真双 Q 了。小天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开门！是隔壁开棺材铺的九叔。小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刚才听到你家有动静，是不是进贼了？没事，我刚才想吃个鸡，刚抹了脖子没抓稳，鸡飞了，弄得到处都是血。哦，你们小年轻不会杀鸡很正常，需要九叔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把鸡……啊，你的头不是鸡头砍了。我有些懵，我竟看见九叔的头顶上有一个红色的游戏血条，血条空了一截，只有15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产生幻觉了。哎，老何走得急，你节哀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有什么需要九叔帮忙的，就打九叔电话。那血条的后面还有一个加号，我忍不住伸手虚空点了一下，那血条上居然真的跳了个数字+1。九叔浑身一震，原本有些佝偻的身体似乎挺直了些。哎，奇了怪了，我这腰椎盘怎么突然不痛了？我惊了，还没等我高兴，一阵乏力传来，就像是刚刚跑完了800米，累得我直喘气。那个血条竟然是真的！我想到什么，摸出镜子，果然我的头顶也有一个血条，上面的数字是30。我的血量居然这么高！我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匕首刺破眼球时那种锥心刺骨的痛楚，但现在眼睛不仅没事，好像还开挂了。那个要杀我的人，他曾说我一身晦气，却想嫁进豪门，所以该死。难道是我那个未曾谋面的未婚夫雇的人？没错，我是有未婚夫的。据说对方是个豪门公子，5岁时生了场大病，医院已经让安排后事。他的家人找了一位大师，那位大师说要逆天改命，只能寻一个八字奇异的女孩结婚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家人就找到了我。那时我才1岁，爷爷居然答应了，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多了个未婚夫。难道是那户人家嫌弃我家开兽医店，所以派人来杀我灭口？至于吗？婚约而已，解除就行，哪里需要做这种犯法的事？不然还是先报警吧。可警察来了，我要怎么说？说我被杀了，又活了，还能看见别人的血条，只怕下午警察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包吃住了。我扶额，算了，找个时间去把婚退了吧。为了个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，再被杀一次就太惨了。将屋子收拾干净，打个盹，已经天亮了。忽然爷爷的电话响了。你好，哪里？是何氏兽医店吗？我姓李，我1个多月前下定的兽医，怎么还没送来？我妈都快不行了，你要是今晚还没做好给我送来，我他妈明天带人砸了你的店。我一脸懵逼的应承下来，翻开爷爷的记账本，对方姓李，订了1件百兽衣，1周前就该交货。看订单日期，正是爷爷去世的当天，我有些心酸。这是爷爷接的最后一个单子，我怎么都要帮他完成。我从库房找出了一卷绣着寿字的真丝布料，开始裁剪。父亲早逝，妈妈早已改嫁去了国外。我从小跟着爷爷长大，
耳熏目染，没少给爷爷打下手。按照本地的风俗，久病老人都会提前准备后事，而寿衣的制作也有讲究。首先，寿衣不能用皮毛制作，否则下辈子会转世成牲畜。华夏人都是死如是生，意思是要把死人当成活人来看，因此寿衣的款式和活人一样。古代时，如果死者是官绅，就可以穿官服下葬，哪怕平民百姓，只要你有钱，也可以穿9品官服上路，这也是电影里的僵尸都穿清朝官服的原因。李家定做的是中式寿衣，我选了黑色布料做上衣，褐色布料做裤子。按照规矩，上衣里子要用红布，寓意子孙后代红红火火，袖子要长，千万不能露出手腕，否则子孙就要伸手讨饭。衣服上也不能用纽扣，必须系带，否则子孙将出逆子。时间很紧，等一整套衣服做完，天已经擦黑。我骑上粉红色小电驴，朝着李家村而去。一路上，我发现路上的行人头上都有血条，上限都是20点左右，但几乎都没有满，普遍是16、17点。这个血条应该是表示人的健康状态，可是我为什么比别人足足多出10点？难道是死而复生的缘故？李家村不远，此时的李家灵堂都已经摆好了，正厅里挂着白幡，几个孝子头上缠着白布，但一个个都笑嘻嘻的，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和人调笑，真是群大孝子。怎么才送来？幸好我妈还没死，不然我他妈非砸了你的店不可。我赔礼了几句，收了钱，回城时心情很好，这一单竟赚1000，1个月的伙食费没问题。很快我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奇怪，这座坟刚才是不是见到过？这座老坟没有墓碑，是几块青石垒成的，坟头挂着一条白帆。我只觉得浑身发凉，一脚油门踩出去，一阵风驰电掣，只要出了这条村路，上了大路就好了。耳边只剩呼呼的风声，远处有片灯光，心中有些欣喜。很快就听到了哀乐，还有搓麻将的哗啦声。我将电驴停在院外，有些发愣，这不是李家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哦，你是来作业的吧？他立刻热情起来，招呼我进来，把我带到了一张条桌前。条桌后面坐着2个人，一个写账，一个数钱。按照规矩，老人过世后要停灵3天，熟人过来作业也要随份子。不过这老太太不是还没过世吗？我有点舍不得份子钱。老太太刚走，还没走呢，不过快了。我无语，还没断气就开始作业。我转头看了看黑漆漆的村道，想起那鬼魅一般的老坟，实在不愿意再走一次，只得咬咬牙，掏了300，又收回了100。不管怎样，天亮再说。小姑娘，寿衣是你做的，你过来帮老太婆穿下衣服。老太太走了？还没呀，这不是怕待会儿身体硬了不好穿吗？死人才能穿寿衣啊，你们是多想老太太死啊？本着售后服务要到位的原则，我还是跟着李家长子来到了后院。一进门，我就闻到了一股久病卧床、肉体老朽的腐臭味。床上的老太太双目紧闭，面如白纸，头上的血条只剩下了1点。我有些愣住，血条下居然还有1行字：描金花油尽灯枯，寿元仅剩1小时16分32秒。我惊了，还能看见寿元倒计时。要是寿衣店开不下去，还能去给人算命啊。小秀，这姑娘是寿衣店的，我请她来帮你。好的，大伯。我上去帮忙穿衣，却发现有些不对。苗老太太浑身的皮肤都有些皱巴巴的，如同枯老的树皮，但她的双手双脚却很光滑，就像是年轻人的手一样。我微微皱了皱眉，若有所思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看了看老太太的血条，没有问题，希望今晚不要出事。很快寿衣就穿好了，老太太穿上就像个古代的富贵老封君。奶奶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，听说她特别爱美，她能穿得漂漂亮亮的走，也没有遗憾了。节哀，我送你。她刚转身，一只手忽然抓住了她的手腕。奶奶，奇怪，奶奶都瘫痪半年了，胸部以下没有知觉，今天怎么能动了？难道是回光返照？我心中的疑虑更盛了。我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墙上挂着一面镜子，
但诡异的是，没有镜片，只剩下光秃秃的白色。这镜子怎么了？奶奶从生病开始，脾气就变得很暴躁，不许在屋子里放镜子。那面镜子可能被她砸了吧？我有些担心，总感觉今晚只怕不太平啊。还有半个小时就是老太太死期。小秀忽然急匆匆地走了过来，脸上还有惊惶的神色。我刚才看见奶奶坐起来了，还冲着我笑，那笑容太吓人了。带我去看看。走进房门，我俩都呆住了。是苗老太太，她笔直地站在床前，苍白扭曲的脸上挂着扭曲诡异的微笑。小秀忍不住尖叫：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么吵！我们侧过头，却发现苗老太竟然好端端地躺在床上，仿佛从来都没有动过。大伯，奶奶她……老太婆断气了。李家长子的眼中闪过一抹喜色，快步走过去。这不还没断气吗？鬼叫什么？断气了再叫我。刚才是幻觉吗？不是幻觉，你看，老太太的鞋底有灰。老太太的鞋子都是新做的，根本不可能弄脏。我奶奶这是变成妖怪了。你奶奶以前是不是神婆？是啊，我奶奶家族世代都是神婆，听说她特别灵验，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找她。那她一年内是不是还剪过你的头发？她刚发病的时候让我剪的，说烧水废柴不方便洗头。小秀姑娘，我说了，你别害怕，你奶奶想要夺舍。神？什么？你奶奶的双手双脚和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我还以为是她保养的好。将死之人手脚如幼儿，这是施法的反噬。屋中不许放镜子，是因为镜子会照出真相。什么真相？我掏出化妆镜对着她，她只是看了一眼就吓得尖叫出声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镜子里的我是奶奶的样子？我今早也照了镜子，没问题啊。只有在这屋中时才能看见。1年前，你奶奶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已经在开始准备了。她拿走你的头发是为了施法。小秀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立刻冲到柜子前，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顿时脸色惨白。一把头发用红头绳扎着，好好的放在里面，下面还放着一张红纸，纸上写着李红秀，后面是生辰八字。要完成夺舍需要3个条件，一个是血肉至亲，一个是八字相符，还有就是长期共同生活，吃一个锅里的饭，喝一口井里的水，3条缺一不可，十分苛刻。小秀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奶奶病了之后，他们都不愿意来照顾她，只有我，哪怕我爸早就过世了，我也辞了工作回来，就是为了让他好好的度过人生最后一程。他竟然这么对我。我沉默了一阵，生死之间太恐怖，没有几个人能经受住返老还童的诱惑。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。我看了看床上如同死尸一般的苗老太，我10岁的时候跟爷爷去给一户人家送寿衣，当时那位老太爷也是这副模样。我仔细回想了爷爷的整个过程，去找一根桃木和一碗公鸡血，要大公鸡，越威武的越好，要快。很快他就回来了，拿着一碗鸡血和一根刚刚摘下来的桃树树枝。鸡血已经凝固成血旺了，我找不到新鲜血了，这能行吗？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心里有些忐忑。没时间了，试试吧。苗老太的寿元还剩下1分钟，夺舍会在临死前一刻进行。夺舍毕竟是逆天而行，条件苛刻，同时也很容易打破。天道如此，我将桃树枝在公鸡血中搅动了一下，在苗老太的手心和额头各点了一下，最后是封口。夺舍之时，他的意识便是从口中吐出，进入别人的体内，占据对方的肉身，所以一定要以公鸡血封口，使得他的意识无法离开身体。等到他真正断气之后，再将血迹擦掉，也不妨碍他转世投胎。我拿着桃树枝，盯着苗老太的脸。人各有命数，夺舍可是损阴德的大恶，你好自为之吧你。树枝落下，在苗老太的上唇往下涂抹了一记，仿佛是给她涂上了口红。就在抹上的刹那，苗老太猛地睁开眼睛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嘴唇像被粘住般无法张开，口中却发出了令人发寒的磨牙声。
宛如地狱里的恶鬼。我两下的退后几步，苗老太伸出手，那双原本光滑的双手迅速的老朽了下去，如同干枯的老树皮，更像恶鬼的爪子。她努力想要扒开自己的嘴巴，嘴巴却严丝合缝，完全没有张开的迹象。当寿元清零之时，苗老太的身体猛地抖动了一下，直挺挺地躺了回去，不动了。奶奶她断气了。我松了口气，不用担心了，老太太已经过世，夺舍失败，你把头发和八字给烧了，再把老太太擦干净，就可以装殓了。李家人一看老太太真走了，全都跪在床前嚎啕大哭。我退出屋去，小秀忽然追出来，今天多谢你了，这是一点心意，你千万别说出去。我看了看钱，至少1000，心中窃喜，没想到还有意外之财，那200的份子钱给的值啊！妈呀，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李家长子唱作俱佳，一边嚎哭，一边在心里打算着房子能卖多少钱。下一刻，他就看到了一双血红色的眼睛。妈呀！这声叫的真情实感，苗老太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，那双手竟然长出了黑色的长指甲。苗老太身体直挺挺地立了起来，手中提着李家长子，从床上一跃而下。啊，鬼呀！诈尸了！李家孝子贤孙们尖叫着往屋外跑。寿衣店老板，救命啊！我没走远，一回头就看见纷乱的人群拼了命地往外跑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一跳一跳的苗老太。我惊呆了。再看苗老太头顶的血条，名字已经赫然变成了白江，血条也变成了30。奇怪，她的血条怎么跟我一样？我不会也是僵尸吧？不对，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。苗老太为什么会尸变？当年爷爷处理的那事就很正常啊，难道是鸡血不新鲜的缘故？小老板，救命啊！快救救我大伯，他快死了！此时的李家长子已经被掐得直翻白眼了，还好我当初封住了苗老太的口，如果他能张口吸血的话，只怕李家长子此刻已经是一具干尸了。旁边一个中年妇女仿佛突然回过神来，秀儿，你求他这么个小孩干什么？快去找村口的王大仙啊！婶子，这个小老板是有本事的，我刚见识过。小老板，求求你救救我大伯！这个有点不好弄啊。妹子，你行不行？不行就别挡着秀儿去请王大仙，行的话就别墨迹，快上去救救我老公，我出1000。我是说500。我试试。苗老太的血条上加是灰色，无法点击，而另一端的减却可以点。我试着虚空点了一下，血条骤然减了5点，而我也感觉到了一阵晕眩。我抬头看了看自己头上的血条，减了1点，这就是让对方掉血的代价。不亏，白江苗老太少了5点血，浑身一抖，将李家长子扔开，恶狠狠地向我扑来。我一咬牙，连点了4下，苗老太顿时冒起了阵阵黑烟，口中发出阵阵嘶鸣。我也累得够呛，只觉得四肢酸软，一股强烈的饥饿不断袭来。白江苗老太突然转身，瞅着是想跑，站住，千万不能让他逃了！一具僵尸穿着我做的寿衣到处伤人，我店里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李家其他人已经完全呆住了，他们只看到我朝着苗老太一指，苗老太就扔了李老大，再一指就浑身冒烟，几指下去，刚才还凶器逼人的僵尸落荒而逃。这姑娘年纪轻轻，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啊！我就说这小老板是有真本事的人。我紧追几步，又是1点，苗老太的血条直接清零，她浑身一顿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身上冒起阵阵黑烟。僵尸已除，未免她再次尸变，烧了吧，不然僵尸会顺着血脉先将自己的至亲杀尽。烧，一定烧！我吃了整整4只鸡才缓过劲来。我瞅了眼血条，已经恢复到了30点。这一折腾，天就亮了。从李大婶那里收了500后，我骑着粉红色电驴开始往回赶。路过那个坟的时候，我加速往前冲，可是没多久，那道刺目的白帆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不是吧？天都亮了，还会鬼打墙？唯一不同的是，那孤坟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越野车，看来又有一个倒霉蛋也被困住了。谁在这里装神弄鬼？一道细长的黄色影子从孤坟后钻了出来，
居然是一只穿着迷你小衣服的黄鼠狼。我看了看他头上的血条，好家伙，竟是赫赫有名的黄大仙，而且血量高达到了100点，妥妥的精英怪啊！他对着那男人郑重其事地行了一礼。先生，你看我像人吗？黄大仙讨风。传说黄鼠狼会装扮成人的样子，问路人自己像不像人。如果路人说他像人，他就能掠走路人的气运，得到大造化，化身为人。今后的修行也会一日千里，甚至能羽化成仙。男人没有说话。先生，你看我像人吗？眼看那男人要开口，我一踩油门冲了过去。黄大仙和男人都愣住了。如果你日行一善，潜心修行，积攒功德，总有化身成人的那一天。黄大仙的脸猛地一摆，头顶上的血条唰的一下减少了50点，这是被反噬了。黄大仙脸色狰狞，猛地纵身朝着我扑来。咚！黄大仙被高尔夫球棍狠狠打飞了出去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好家伙，这位的血条竟然有50点，只怕也是个练家子，这俩都不是泛泛之辈啊。黄大仙不甘心地盯着我俩，眼神仿佛淬了毒。刚才那一棒打掉了他6点血，我凭空一点又减了他5点血。他浑身一抖，眼中再次浮现出了惊恐。你想要用旁门左道夺取别人的气运，遇到我们就是你的结束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还能改邪归正，将来或许会有所建树。但你若是一意孤行，那我就只能送你上路了。面对这样诡异的事情，居然这么平静，这姑娘真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高手风范，有意思。黄大仙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怨毒地瞪了2人一眼，往坟后一钻，不见了踪影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终于走了。这些黄皮子修行多年，总有些神秘莫测的手段，要是狗急跳墙就不好了。这位姑娘，刚才多谢出手相救，不知如何称呼？我扫了一眼她的名字，文君芷，好像有点耳熟，不过这不重要，你可以叫我红领巾。好吧。不过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是黄鼠狼讨风。你要是下次还遇到了，千万不要随意回答他，既不能说他像人，也不能像网上说的大骂他一顿，或是装哑巴阿巴阿巴也没用，只能这样取个巧。的确，你说的那些都是常识，要是能做到，谁都有机会成仙。不过这也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其实讨风这个事情并没有记载在古代书籍中，3000卷道藏没有一本写过妖怪向普通人讨封。在古代，能封神仙的只有皇帝，譬如宋代朝廷就曾经赐封2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。既然如此，黄鼠狼讨封的传言为什么这么多？几乎人尽皆知。黄鼠狼讨封是建国后才有的事情，因为炎夏国已经没有皇帝了，普通人翻身做了主人，气运大盛，这些小妖就想了个旁门左道的办法，用讨封来夺取普通人身上的气运。那只黄皮子会选择你，你的气运一定很高，比普通人高很多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破了他的术法，他现在被反噬了，需要很长时间疗伤，暂时不敢再出来找人麻烦。他既然会妖法，难道你不怕他吗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既然遇到了，我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他夺走气运啊，那样你会灾祸连连，甚至命不久矣。我急着回去开店门，告别后骑着电驴走了。文君芷还站在原地，有些发愣。刚才电话打不通，是遇到点事。没事，已经解决了。不过我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人。一个年轻男人来到了李家院外，偷偷打量了一下里面。他手中拿着一只八卦盘看了看，不由得皱起眉头。奇怪，从卦象看，那股强烈的阴气波动应是僵尸现世，怎么现在所有的阴气都消失了？这户人家似乎也没有伤亡，不应该啊！僵尸一旦出现，会顺着血脉杀光自己所有亲人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在这乱瞅什么？哎呀，您看这怎么好意思？您是有什么事情来拜访吗？这里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？我悄悄告诉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杨理事查清楚了。听着他的话，电话那边的语气里满是不可置信。什么？一个照面白江就吓得逃跑，一个眼神就吓得白江都跪地张口说话求饶了。
最后轻轻一指就能秒杀白江，这简直闻所未闻啊！我们管辖的区域有这种高手？尹岩，你立刻去调查清楚，尽量招进来。现在诡异爆发，这种事件越来越多，我们急需这样的人才。是，杨理事，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修为，怎么可能只是个寿衣店小老板？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，这只怕是位出身隐士名门的绝顶高手，没那么好招揽啊。回到店里的时候已经中午了，我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我打开外卖软件，点了份盖玛鸡杂饭。咚咚咚，您的外卖到了，祝您用餐愉快。我的目光却落在他的头顶，竟有50点血条，上面写着初级感染者。这人得了传染病还出来送餐，也太没有公德心了吧！我的肚子咕噜噜直叫，这一份鸡杂饭要近30，我可实在舍不得扔掉。打开饭盒，一股浓烈的菜香扑鼻而来。这鸡杂饭做的酸辣可口，热气腾腾，让人口水直淌。可我却瞅见上方的字：死人饭，大毒，10支阴气入体。原来物体也行。我看了看四周，看起来只有诡异物品才有介绍。灯光闪烁2下熄灭了，屋子采光不好，此刻顿时陷入一片黑黝黝的。跳闸了！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我拿出手机一看，来电居然是爷爷。我看着手机有些发愣，按下接听键，一阵阵沙沙声后，小天，我是爷爷。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。是爷爷的声音。爷爷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乖孩子，你能接到这个电话，说明你接了单，赚到了第一笔钱，开了张，是我们这一行里的人了。你从小就是个天赋极高的孩子，现在是时候继承我们老何家的传承了。在我的床板下有一本老祖宗的书，名为《何氏金手制》，是我们何家世代相传的秘宝，对你会有大用处。小天，千万记住，外人叵测，书中内容切不可随意外传。一阵滋滋的噪音后，电话被切断了。爷爷床板下面的确藏着一本书，不过好像跟爷爷描述的没什么关系。我正打算再去检查下床底，封皮瞬间蜕变成了另一本书《何氏金手制》。我翻开封面，里面开始浮现文字：玄牝思呼吸，左右法阴阳，地户变吹喝，天地无浅深。这些内容字面上生会难懂，而我只是一个民俗学的本科生。但奇怪的是，我的意识仿佛与书产生了某种链接，进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状态。我闭上眼睛，呼吸变得绵长悠远，心跳似乎也变慢了。赵颖妍刚来到兽医店门口，手中设备就疯狂地发出警报。卧槽，好强的能量波动，这难道是在修炼？这镇长，我靠，太牛了！激动过后，赵颖妍的眉头又皱了起来。我之前的猜测还是太保守了，这个姑娘这么年轻，就有这么高的天赋和修为，绝对是顶级隐士家族的重点培养对象。这种人向来心高气傲，我这样贸贸然前去招募，说不定还会以为特安局瞧不起他呢。必须慎重，还是先观察一段时间，了解一下对方的脾气秉性再说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居然已经是隔日中午。我感觉体内多了一丝气息，在我的4肢百骸中游走，头上的血条增加了3点，变成了33。手中的何氏金手制居然变成了我前几天读的网文。我找了个随身包，将书放进去，肚子咕咕作响。我看向那个盒饭，奇怪的是，盒饭此时还是热气腾腾，仿佛刚刚出锅。摸了摸饭盒，竟然是冷的。这就是死人饭吗？很多地方都有死人饭的说法，有人会在路边放上一碗饭菜，给过路的孤魂野鬼吃。这些妖魔鬼怪吃饱了，就不会来找活人麻烦。活人绝不能吃死人饭，和死人抢饭吃，轻则病患无穷，重则厉鬼缠身。我叫个外卖，居然给我送死人饭，太过分了！我又不是没给钱。投诉，一定要投诉！我打开外卖软件，却发现订单居然消失了。我隐约记得当时打了通电话催促，骑士说正在等餐。我扫了眼骑手定位就在几条街之外，离得不远。在面馆吃了东西后，我来到骑手取餐的那个路口，周边都是建材店，根本没有什么餐饮店，店面都关着门，贴着转租纸条，路上也没什么行人。
原本阳光普照的下午，此刻却感觉光线昏暗，阴风阵阵。最诡异的是，好几家店门上挂着一面绑着倒立剪刀的铜镜，是挡煞的法器。这条街鬼气冲天，真不对劲。没找到外卖店，我正准备回去，就看见那个外卖小哥骑着摩托车停在了一个紧闭的建材店门口。一个老太太开门端着一碗红烧肉走了出来，那碗肉热气腾腾，色泽诱人。外卖小哥拿出一个快餐盒，把里面的红烧肉倒在了地上，让老太太把红烧肉倒进饭盒里。不知道是不是修炼了功法的原因，离得那么远，我却清晰地听见老太太小声念叨着：供了死人饭，平安又发财；吃了死人饭，厄运都上门。外卖小哥收起饭盒骑车而去，我赶紧上车，紧跟在他的后面。外卖小哥来到一处高档住宅区的侧门口，37栋文先生的外卖。外卖员刚进去，我也很快跟了过去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跑腿来取件的，37栋的文先生。保安看了一眼我的小电驴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冲身边的小保安笑了笑。进去吧。我骑了没多远，听见他们在背后小声讨论。什么取件？是来送外卖的吧？什么外卖？哦，难道是我想的那种外卖吗？没想到文总原来也是个假正经，喜欢女学生，嘿嘿。不过这妹子是真嫩啊，有钱人真会玩。我一阵无语，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强忍住想给他们一人一指的冲动。外卖小哥还真停在了37栋别墅的门口，他提着好几个大食盒，那盒私人饭红烧肉就在其中。先生，您点的外卖到了。进来吧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个不就是那个遇到黄鼠狼的文先生吗？他身上气运明明特别的强，怎么老是招这些脏东西？我上前按响了门铃，然而等了好一会都没人开门。不好，难道那个外卖小哥得手了？我用力拍了拍门，正犹豫要不要破窗而入，门忽然开了。是你？你是上次那个赶走黄鼠狼的姑娘？那个你快死了！姑娘，你大白天来砸我家门，开口就咒我死，是不是有些太没礼貌了？那个外卖小哥有问题，给你送的饭食之中有一份是死人饭，一旦你吃了死人饭，就会被那些横死恶灵缠上，他们会吸走你身上的阳气，让你丧失理智意外身亡，死后就会加入他们，而他们之中的一个就有机会转世投胎。我一口气说完，文君芷的表情有些错愕。你的意思是我被鬼盯上，想找替身了？我点了点头。那些饭菜你还没吃吧？有个红烧肉，我尝了几筷子。那碗红烧肉特别的香，在所有的饭菜中都是卖相最好的。他当时鬼使神差的尝了一口，如果不是我在砸门让他回过神，他估计得一口气吃完。不好，那红烧肉就是死人饭，你所闻到的其实是横死恶灵所留下的阴毒之气。这话听起来有些离谱，但这姑娘也是确实不凡，这事可能真有蹊跷。外卖小哥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里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真他妈多管闲事，找死！他身形暴起，朝着我冲过来。文君芷反应很快，一脚把他踹进了屋里。屋里传来打斗声，我赶紧跟着走了进去。文君芷被打得倒飞出去，外卖小哥嘴角露出不屑的讥笑，用手抓了一大坨红烧肉，凶厉的眼神看向我。你也给我吃！他的脚步一顿，身体一颤，头顶上的血条猛地降了5点，身上惊人的力气仿佛被人瞬间抽走。他呆站在原地，脸上全是惊恐。我不等他动静，再次抬手又是几指，外卖小哥浑身一颤，直直地栽了下去，脸像是卸去某种伪装般，瞬间变得腐烂丑陋，周边冒出一股恶臭。他的血条还剩5点。我努力保持镇定，强忍着这股恶臭带来的一阵阵想吐的冲动，面上显得有些冷淡。文君芷心中也是震惊的无以复加，刚才一交手，文君芷就知道对方有多难缠。这女人好淡定，只怕没少经历这样的状况。虽然这外卖小哥看体型和身法并不是习武之人，但是力气比常人强出数倍不止，而且抗击打能力很强，跟没有痛感一样。哪怕是我常年习武，也难以招架。而这女人竟然只是轻轻几指，就将他打趴下了。
上次我还以为只是碰巧，吓跑了黄鼠狼，没想到对人也有用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力外放？真是山外有山啊！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不过，这等高手为什么要来救我？我看向头顶，血量少了好几点，肚子雷鸣般的咕咕叫了2声。我有些尴尬地看向文君止，还好他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想得出神，似乎没有听见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卖寿衣的。不想说也没关系。我真是卖寿衣的。卖寿衣的都这么厉害，那卖棺材的不是要逆天了？你为什么要来救我？他之前的目标是我，用死人饭坑了我14块，还有1张16块的优惠券。我看他又要害人，就跟着他来的，没想到他的目标是你。3天之内遇到2件灵异事件，而且都碰到了这个女人，巧合？谁信？这个女人深藏不露，心机很深啊，难道是有所图？我瞅着他，眼神有些不对，约莫是误会了什么，急忙解释：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个陌生人会骗你吗？都是巧合。文君止的脸色变得更加狐疑，门口的老保安带着小保安突然走了进来。文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我们在监控里看到有打斗，是不是进贼了？这个外卖员可能是有精神病，我报警了，把他给我捆起来。是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呀！突然一股腐臭传来，桌上那原本能让人食欲大动的红烧肉，竟然变成了一滩烂肉，散发着腐烂气息。其他的饭菜也在开始迅速的腐烂。不等众人反应，保安身后的门猛地合上了。不好，他们来了！谁来了？屋顶上有无数的血色手印，还在墙壁上不断蔓延，一瞬间就将我们包围在中间。妈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有鬼！离门最近的老保安想冲出去，一个血手印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上，响起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骨肉碎裂声。文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文君只看向身边的我，而我眉头深深的皱起。这些血掌印在我眼里都是一个个血条，虽然每一个血条都不长，但禁不住数量多呀。不要杀我，求求你们，我只是嘴馋偷吃了几口你们的饭，我已经帮你们送死人饭，帮你们找替身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。血红的手印瞬间爬满他的全身，一阵痛苦的嗷嚎后，外卖小哥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难道是那个？我转头朝着门口，抬手快速轻点，血条空了的恶灵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，化为黑色烟雾消失在黑暗中。文君止几人看不见恶灵，却隐隐能够听到他们的叫声，心中更是惊骇。有打火机吗？你们快走，这里有点不妙，不要管我，只管往外跑，越远越好。我伸手去拿打火机，文君止的手却缩了回去。消灭这些恶灵的关键在死人饭上。没想到他这么聪明，我只是看了死人饭一眼，他就猜到了其中缘由。这些横死恶灵其实是路煞，也叫地缚灵，他们往往被困在死亡的地方，不能轻易离开，除非通过某个媒介。这些横死恶灵是跟着死人饭来的，必须把死人饭烧了，一定要烧成灰。腐烂的食物不容易燃烧，文君止几乎没怎么思考，便点燃一张纸，然后拧开了金属打火机，将里面的汽油洒了上去。那份烧肉瞬间被火焰包裹，随着一声声惨叫，那些横死恶灵们顷刻间就消失了。结束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忽然外面传来警笛声，一辆巡逻车停在了门前，是2个精明干练的警察。我们接到报警，这里有人在进行性交易。我有些无语，8成是之前那辆保安误会了报的警。你是文家的文先生吧？没错。我们能进去看看吗？我瞥了眼外卖员的尸体，说是横死恶灵干的，他们信吗？我女朋友在这里，我不想明天我的绯闻就传得满天飞。我正往外张望，2名警察见了我，心中了然，这种豪门子弟感情生活乱得很。2人准备收工，转身朝着巡逻车走去。我猛地看见巡逻车上有几个字：指车，恶灵之车，活人坐上此车，命悬一线，九死无生。2位警官，等一下！警察停下脚步，狐疑地看向我。文君止也目露询问。2位警官，
这辆车是哪里来的？这是警车啊，当然是我们局里的。两位请好好想想。年轻的警察刚要呛声，老警察突然面露一丝凝色。小张，咱们开车出来的时候，停车场里是不是有3辆巡逻车？好像是的。哎，不对啊，咱们警局不是只有2辆车吗？哪来的3辆？你们再仔细看看，那是什么车？两人看了过去，顿时脸色就变了。巡逻车已经变成上面花花绿绿的纸扎车，和丧葬店里的一模一样。下一刻，大纸车亮起绿色光芒，映出了一张狰狞凶厉的面孔，是横死恶灵头目。纸车朝着别墅冲了过来，他的目标是气运充盈的文君纸。老警察反应过来，一把推开年轻警察，自己被纸车穿过，瞬间倒了下去。他的灵魂瞬间被拉进了纸车后排。我抬手要点，就见一个人影飞快地窜了过来，一张黄符咒被贴在车身上，血线瞬间展开，将车牢牢地禁锢住。灵异道具，我收住手，好奇地看着来人。他从背后又掏出一把桃木剑，朝着纸车一顿猛砍。我有些无语，这横死恶灵血量不多，但是这纸车血量高达300点，他砍了半天也才不过掉了5点血。横死恶灵头目有些嘲弄地看着外面忙得满头大汗的男人。红线上的符咒开始燃烧，牵制纸车的效果似乎维持不了太久了。男人突然转头看上文君纸，你快走，他的目标是你。他又看向我，解释般地说，这恶灵是 C 加级别，这纸车只怕是达到了 B 级的灵异物品，没有 B 级以上的灵异道具是破不开这纸车的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对付里面驱动车的恶灵。我已经呼叫了支援，只要坚持一会，他们马上就到。纸车似乎加了把油，一下子挣断了符咒的限制，直直地朝着文君纸冲来。男人急得满头大汗，却只能干瞪眼。我举手之间，突然感觉符入心智，体内流转的那丝灵气好像稍微壮大了一丝，只是一指，横死恶灵头目居然一下子去掉了6点血。这是升级了，虽然只是多了1点血，但是积少成多，能给我省不少血。我顾不上自己的血，拼着双11练出来的手速一阵猛点，电光火石之间，横死恶灵的血条已经降到了30以下。横死恶灵的脸上露出了惊恐，他甚至都察觉不到我对他进行了攻击，但灵体却在迅速被不断打散，变得透明。纸车在离我们不足1米时，横死恶灵的血条终于清零。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竟然燃烧了起来，整辆纸车也被点燃了。警察和那个男人看得目瞪口呆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我也只觉得浑身发软，身体摇晃，差点摔倒。文君只本能地扶住我，眼神有些复杂。你又救了我一次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能给点吃的吗？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咕咕叫了2声，刚才这顿操作，我的血量也被耗掉一大截，现在又饿又累，整个人都要虚脱了。赵引言此刻也有些懵，不是，这可是 C 加级的恶灵，要消灭这样级别的恶灵，以前我们每次不是要提前布局，全力以赴，还会有很大的伤亡，这次还躲在 B 级道具里，他就这样随手几指就把他们通通抹杀掉了。我说过了，这位何小姐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绝顶高手，她比我之前想的可能还要厉害。杨理事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拉拢过来，只要她肯进我们特安局，我保证我们分局辖区一定会是全市，不，全省最安全的辖区。打完了电话，赵引言心中又有些忐忑。这样的高手会不会不太好说话？他不会误会我在监视他吧？不，我这不能叫监视，只是出于尊重正常的观察程序而已。这位先生，我的同事他没事吧？他刚才被鬼车劫了魂，还好何小姐及时出手，现在鬼车毁了，活魂会自己归位，他应该很快就会醒来，先扶进去接个地休息下吧。随着我的大快朵颐，头顶上的血条迅速恢复了。看着我惊人的食量，几人都有点懵。老警察看着地上的尸体，表情有些严肃。这尸体也是刚才那东西干的。赵引言拿出一个证件晃了晃。这个案子我们特安局接手了，2位可以撤了，我们会有专人与你们单位衔接。2位警察从别墅里出来，都感觉有些不真实。原来真的有特安局，今天我们真的是开着鬼车来的。我们局里以前就有鬼警车的传闻，
没想到真让我俩阴差阳错坐上了，真邪门。还好今天遇到了这和小姐。赵前辈，你是没看到，当时他就那样随手两指，那纸车就在空中烧起来了，跟那 X 战警一样，怕不是有什么超能力吧？是啊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早听闻这特安局的人个个都本领通天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啊。客厅里，赵引言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文君芷，有点摸不准我两人的关系。根据我的调查，何小姐跟文先生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才对，但看现在的情况，俩人似乎又很亲密。哎，不能瞎猜，这位何小姐来历神秘，我所调查到的肯定只是她想让我知道的，不一定是真相。我瞥了一眼男人的名字赵引言，下意识的就开口问：赵先生，你是警察？赵引言愣了一下，随即心底突然露出一丝惊恐。他怎么知道我姓赵？我没有提过自己的姓名啊。果然，他其实早就知道我一直暗中观察他。他这是在点我呀，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，他早就把我调查得一清二楚，让我老实点，别越界。赵引言的身体微微颤抖，这个心思深沉的女人让他感觉毫无招架之力。而我话出口就后悔了，我怎么能叫她的姓呢？按道理说，我应该不认识她才对。我不会就这样暴露自己的秘密吧？我有些心虚的低下头，不敢看他。赵引言正要解释，却看我突然低头不语，不由神情一怔。这是给个眼神让我自己去体会吗？那个何小姐，我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何小姐会不会以为我不尊重这位文先生？该死，我应该找个说辞的，大意了。好啊，这位赵先生虽然不是警察，但是好像也是国家相关安全部门的人员，肯定是想要好好跟我了解今天这件事的具体情况。警察办案要对当事人分开询问，规矩我都懂的。赵引言只感觉心中一定，顿时松了口气。我能不能先把饭吃完？我好饿的。啊，好，您请，慢慢吃，我不赶时间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您吃饭更重要，我可以等的。这位警官还真好说话，我不由得对他印象又好了一分。文君只看着眼前的二人，眼睛微微眯起。特安局我是知道的，是一个专门办理特殊案件的特殊部门，里面的探员都是些神通广大的奇人异士，在体制里权限很高，哪怕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家族，都要对他们毕恭毕敬。而这位特安局的探员却对这位洪小姐，不对，你姓何？我点了点头。上次为什么你说你姓洪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姓洪？我一脸疑惑。文君只无语。也是，对于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来说，用假名似乎也很合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些不爽。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指着外卖员的尸体跟赵引言解释，那个人不是我杀的。我怕他误会，心里有些急切，脸上的表情就更加严肃。赵引言浑身一抖。是，何小姐放心，我都知道，这个外卖员被恶灵给感染了，也是恶灵杀了他，和您无关。我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赵引言再次咽了口水，心中满是懊恼。该死，我一紧张答得这么详细，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何小姐，我今天一直在外面暗中观察吗？她的表情是不是在表示她已经看透我？我这是又被她给套话了。这位何小姐真是个人精，每句话里都暗藏了杀机啊！除了局里那几个老东西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城府这么深的人了。何小姐年纪轻轻就这样厉害，等老了之后，谁还能玩得过她？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暗暗打定了主意，绝对不能和何小姐作对，这说不定还是根筋大腿，我要努力报警。只是这位金大腿是不是太能吃了？文君只看着我吃了整整12块牛排，心中惊诧。他吃这么多，肚子都没有鼓起来，都吃到什么地方去了？难道这是一种修行之法？我见他盯着自己，想着是不是吃太多了。这个肉很贵吧？倒也不是很贵，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，我以后如果买到了，给你送来。这牛排真好吃还不贵，作为吃货的我确实心动了。这个我怎么好意思白拿你的东西呢？扫这里。我的命可比这点牛排值钱。很快，特安局的工作人员就来了，开始做一些善后工作。何小姐，你一定听说过特殊事件安全调查局吧？没听说过。啊，
你怎么可能没听说过？你连我名字都调查出来了，肯定是对我们部门也有所耳闻了，是对我暗中观察不满才这么说吗？他不敢反驳，将自己的证件拿了出来。我们这个部门是专门处理一些特殊事件的，譬如您刚刚解决的这个鬼外卖，就归我们部门管辖。这种特殊事件很多吗？本来以前是不多的，但最近几年来，鬼物邪祟越来越强，遇见的普通人也越来越多。就说我们 A 市吧，最近2年特殊事件频发，我们人手又不够，很多案子的初步调查都已经排到了年后。年后，只怕到时候遇到鬼物的人坟头都长草了吧？没办法，我们人数有限，就是24小时不休息，又能解决多少案子呢？说到这里，他偷偷看了我一眼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神情严肃。何小姐肯定懂我的意思了，她这是在等我先开口，她才好跟我谈条件呢。现在世道这么危险吗？我一个开兽医店的，到处给临死的人送兽医，似乎很容易遇到特殊事件啊。如果到时候遇到我自己解决不了，报警的话，不是要等到明年？真可怕，还是要赶紧修炼和氏金手指，提高自己的实力才行。赵颖妍打了好几篇副稿，反复斟酌用词，才开口。何小姐，不知道可否有幸得知您的来历？我吗？是兽医店老板。嗨，就知道他不会说实话。你不信？信，我当然信。我觉得他怎么都不像相信的样子，但是也懒得多解释，毕竟这年头年轻女孩开兽医店的不多。何小姐，其实我这次是想邀请您加入我们特安局。我愣住，赵颖妍脸上满是诚恳之色。何小姐，我们很有诚意的，像您这样的高手，一进我们特安局就是高级人才。我们现在每个月可以给您开3万的薪资。3万？我吃了一惊，突然想起爷爷说过，在缅甸那边很多骗人过去嘎腰子的工作，高薪工作可信不得。见我脸色似乎有些不悦，赵颖妍脸上的笑容也有些挂不住。何小姐，我知道这个价格有些低，不过按照规矩，只要进我们局里，就有一段时间的试用期，试用期间底薪3万已经是高级人才的待遇了。您解决1则案件，还可以得到额外的奖金，金额根据您解决的案件等级而定。什么？除了3万月薪还有奖金？试用期的底薪都有3万，那转正之后岂不是翻倍？这个赵先生有证的，警察叔叔都看过了，是公务员来的，不可能想嘎我腰子。何小天，冷静点。对了，薪酬还是要先问清楚，免得到后面扯皮。转正后底薪多少？转正之后，您每月的底薪是我能给您争取到5万。交5险1金吗？交，当然交，我们是正规单位。那我有编制吗？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。这个年代，哪个不想有个体制内的铁饭碗呢？赵颖妍愣了一下，有些懵。大隐氏家族出身的高手还会在意编制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何姑娘这次出来肯定是为了历练，也许是家族要求她必须进官方机构做事。听说维护国家江山社稷是够积攒功德的，对以后的修行大有裨益。他觉得自己猜到了真相，有点佩服自己越来越跟上何小姐的思路了。如果您顺利转正了之后就有编制了，您放心。我被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给砸得有些头昏眼花，我居然就这样混上编制了。我那些同学还苦逼地准备考公，期盼早日上岸呢。果然人还是要有一技之长才行。我忽然想到兽医店，顿时有些苦恼。继承兽医店是爷爷的遗愿，如果我去上班了，只怕就顾不上店子了。赵颖妍看我脸色突然一变，心也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何小姐，您是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有的话您尽管提。听说在政府机构里是很忙的，这样我还有时间开店吗？何小姐的这家兽医店绝对不简单，可能也是她修行的重要一环。何小姐是在用这个借口表明态度，让她加入特安局可以，但不能随意使唤她。果然这才是高手啊，说个话都9曲18弯。好在我聪明，不然肯定听不懂她话里的意思。何小姐，您放心，您可以开店，而且我们不会强迫您随时候命去办案。有了案子之后，我们会先和您商量，您可以选择接不接。哇，这么人性化的吗？怪不得大家都想进体制内呢。好，我加入特安局。赵颖妍看起来比我还要高兴。何小姐终于满意了，不容易啊，这还是全靠我聪明，能读懂何小姐话里的意思。
要是换了别的人，哪能这么顺利？我总觉得对方怪怪的，似乎和自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。他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应该跑得够远了吧？那些鬼不会追来吧？妈的，过2天就要发工资了，真尼玛亏呀！叔，我们不去报个警吗？文先生他们怎么办？你报警说有鬼是想进精神病医院吗？别多管闲事，人各有命，我们保命要紧。你好，先生，你们看我像人吗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什么玩意？吓我一跳！你像你妈的大头鬼呀！晚上，我收到了文君芷的微信，他约我见一面。约见的地方竟然就是那个经常出车祸的十字路口。我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。想不想看一出好戏？他指的正是昨天攻死人犯的那家。此时2楼灯火通明，人影晃动，人数还不少。夜色寂静，屋子里的说话声清晰传出。今晚是最后的机会，再不成功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听声音，正是昨天那个共犯的老太婆。靠着这损阴德的改运方法，我们都已经从股票彩票里赚了不少，我们已经害死10几个人了。我真不想继续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。我们不能收手吗？大家都上了这条船，就别想着能下去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这个聚财的法术是会反噬的。一旦停止给恶灵找替身，时间一到，咱们终究得有人去当这个替身。白天这顿又没成功，按规矩，阿春，晚上该你家做死人饭了，你带了吗？带了，我特地去敖聚德买的烤鸭，这次一定会成功。没多久，老太婆推门走了出来，手里端着的是一整只金黄酥脆的烤鸭，来到了十字路口。她一边拜，一边念念有词。一时间，阴风大作。她似有所感，跑回了屋中。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从黑暗之中走出，很快又出现了5、6个。一时间人影幢幢，横死恶灵们一看到烤鸭就扑了上去，发出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。王婆，这次来的恶灵是不是少了很多？不会出啥篓子了吧？是有点奇怪，我们先看看。忽然一声诡异通灵的尖叫，只见靠近烤鸡的几只横死恶灵都露出了极度痛苦的神情，眼鼻里流出了黑色血液。怎么会这样？这饭有问题。不会呀，我店里买的，怎么会有问题？哗啦，恶灵尖叫着冲进了屋，一时间2楼各种惊恐的惨叫声不绝于耳，有人从窗户中跌落在地上没了动静。就在这时，几辆黑色的越野车将屋子团团围住，车上下来几个人，领头的正是赵引言。随着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尖嚎，老太太扭曲的身体再次站了起来，俨然已经被恶灵侵占，变成了行尸。准备迎战。特安局的几个探员都很紧张，几人的武器也是桃木剑之类的东西，只是全都是凡品，连品都没入。只有赵引言拿的是50年老桃木精制而成的灵器，怪不得赵引言说他们经常有伤亡呢，这装备也太差了。老婆婆行尸一下子扑向一个靠前的探员，探员手忙脚乱地用桃木剑刺向老婆婆，却仿佛刺在石头上，根本无法寸进。他只能勉强将老婆婆顶在攻击范围外。行尸手一抬，桃木剑碎成了片，他将探员按住，大张的血口朝着脖子咬去。赵引言眼疾手快地把桃木剑刺进行尸的口中，发出一阵阵灼烧声。行尸嘴里吃痛，手上的动作却更加用力。探员的脸色苍白，已经快晕厥过去。拿着套索的探员勉强固定住老太太的头，让她无法动弹。众人还没来得及庆幸，2楼传来几声尖笑，是另外几具行尸。这些行尸显然比他们想的更难对付，众人脸色都有些不好看。完了，果然今天出门踩狗屎，就不应该硬着头皮自告奋勇出案子的。哭死！我连女孩手都还没牵过，就要交代在这了。妈妈，我就说吧，考公不如去送外卖，这下完犊子了。BBQ 啊，我还有好几件衣服质量差没退货给差评啊，这下便宜那些网店了。呵呵，就这样吧，毁灭吧，反正私房钱昨天都被老婆发现了，活着本来也没啥盼头了。最近案子多，局里的高手和道具都被借调到几个大案子去了，
我和这几个临时硬着头皮出警的新手探员，靠着手里这几件普通道具，根本没办法应付这么多行尸，看来今天得交代在这里了。我看他们一时好像真的没后招了，瞅着行尸准备往人身上扑，也顾不得暴露自己，走出几步，抬手就朝着恶灵行尸快速点了几下，为首的血条瞬间就被点空，体内的恶灵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，便化为黑雾消失，尸体也无力地栽倒下来，不再动弹。剩下的厉鬼行尸面露惊恐，转身想逃，我紧追几步，快速清点着他们的血槽。特安局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今天能亲眼目睹这样有冲击的场景。他居然只是拿手即指，就把那些恶灵给消灭干净了，好厉害！只怕京都那些趾高气扬的顶级术士，不借助道具都做不到吧？赵隐言也有些愣住了，回过神来，心中咯噔了一声。是啊，隐士家族的行事风格就是斩草除根，这些人搞出了鬼外卖事件，还把主意打到了这位何小姐的身上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算是得救了，不过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很无能，会被何小姐看不起啊？赵隐言看起来有点欲言又止。何小姐，这件事都是我做的，跟何小姐关系不大。众人都齐齐看向他，我也有些好奇，他是怎么在饭菜里动的手脚。这些人为了钱用邪术害人，还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，我做出一些小小的反击，很合理吧？赵隐言脸上的表情有点绷不住。你这家伙把人家都团灭了，竟然还说这是小小的反击。何况我也没有做什么，只是通过一些调查锁定了参与的这些人，知道今天轮到那个叫阿春的人准备死人饭，他今天下午点的所有外卖，我都花钱让店里厨师给他加了点人畜无害的黑狗血。如果他们不再施行邪术，也不会被反噬，更不会死。文君芷的脸上满是认真。他们不是被我害死的，他们是被自己的贪欲害死的。众人无言。他说的竟然很有道理，而且做得很干净，他们竟然找不到理由逮捕他。赵隐言偷偷看了我一眼，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何小姐不会误以为我在怪她擅自行事，生我们的气了吧？他立刻挤出了几分笑容。文先生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以后这些危险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，毕竟我们也是专业的。你也看到了，这个敛财法术凶险异常，在没有提前布置好一些阵法的情况下贸然出手，会变得很难收拾。文君只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。你怎么知道黑狗血能够破掉死人饭？我也是有些见闻和人脉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文君只看了我几眼，有些欲言又止。何小姐没有什么想问我吗？我一脸奇怪，问什么？你不觉得我今晚是在利用你吗？我更加奇怪，你利用我什么了？我不懂玄术，担心死人犯法术反噬之后会有危险。你不觉得我请你去，是想请你帮我收拾残局吗？不然没准我今晚就交代在这个十字路口了。我一脸疑惑地说，可是你在那条街周围安插了不少人手，还让他报了警啊。而且你身上不是还有一件灵器吗？这件灵器虽然只是 C 级的下品灵异道具，但保你性命无忧是没问题的。文君只感觉背后直冒冷汗。原来我所布置的一切后手早就被他看破，我又被他单纯的外表蒙骗了，深不可测啊。其实我只是看到了而已。自从修炼了和氏金手制后，我的五感似乎增强了不少。2楼对面的2个楼房屋顶上都有血条，血还不少，应该都是练家子。恶灵出现后，其中一人将声音压低报警，说这边闹鬼死了人，让特安局的人快来。而文君芷的胸针也写着开光凹鸟胸针，80年灵物，下品灵器，可保命3次，已用1次。兽医店门可罗雀，我在家中修炼了几天，将血条推到了49点后就卡住了。和氏金手制中说，这是遇到突破的瓶颈，需要一些机缘或者积攒功德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那本和氏金手制里又浮现一些玄学武术的知识，这些偶尔浮现的内容，每次等我看完就全部消失了，只剩下白页。结束修行，我寻思着是时候到文家去看看了。我对文家了解不多，只是从小道听途说，知道是本地的大家族，关系盘根错节，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。关于这门亲事，爷爷生前提的少，两家也没有来往，
想来双方都没当真。不过退婚程序还是要有的。从悬殊上来说，两人只要交换了更帖，走了订婚的程序，那命运就连在一起了。因此，当年我们一订婚，文家大少爷的病一夜之间便开始好转。如今既然要分手，就要走退婚的程序，两人才能各自婚配，否则命理还是会互相影响，对今后的婚事也很不利。我带着更帖来到了文家，此时公馆外面的停车场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，而公馆内人声鼎沸，有身穿礼服的人进进出出。我有些懵，我来的是不是时候？今天是文老太太70大寿，全城的名流都到了。老公，你可要抓住机会，多结交一些人，对我们家的生意大有好处。我有些无奈，人家老太太大寿，我却来退婚，太不给面子了，还是改天吧。忽然有人快步走来，一把拽住我。你也是王丽介绍来的吧？快，赶紧进去帮忙。大姐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只是路过。你是不是想坐地起价？别啰嗦了，今天人手不够，我可以给你1天700的薪水。1天700，钱这么好赚的吗？我心动了，原来是当端茶递水的临时工。算了，700块呢，这么好的活哪找去？张姐，怎么样，找到人了吗？最后一个也找到了，一个冤大头，我看他一身地摊货，可能是路过看热闹的，给他开个1天700，就傻乎乎的跟过来了。老邱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要那么贪，你倒好，今天这样的日子也敢吃空饷。哎，谁知道这老太太今天结束后要亲自给这些女侍应发红包啊？晚宴是自助餐的形式，放眼一看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血条。别看这些人个个都似乎很健康，其实有隐疾的特别多。文家老太太众星捧月地被推了出来，她头发银白，虽然年迈，但仍能看出年轻时的风华绝代。只可惜此时正坐在轮椅上，精致的妆容也掩盖不住她脸上的病容。我微微皱眉，文老太太的血条刚才跳了一下，她的血条只剩下了4点，中毒状态，以重巨头之毒，毒已入肠胃。看来这豪门里也不太平啊。那几个文家人，我自然一个都不认识，也不知谁是文家大少。文老太太一番场面话后，就见一个中年男人大步走了进来，文老太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去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妈，你过75岁大寿，我怎么能不回来？文老太太冷哼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妈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文老太太点了点头，文太太面色冰冷地接过了玉盒，盒里是一只翡翠镯子，竟然是玻璃种帝王绿，市面上已经很久都没有出过这种了，如今这样一只镯子，只怕值个几百万。是啊，虽然文先生为了情人不惜跟文太太翻脸离家出走，但对老太太还是很孝顺的。然而我却看见上面写着，翡翠镯来自百年古木，长期佩戴将湿气入体，可催动体内毒素暴动。这还真是大孝子啊！他送这样的东西给文老太，该不会那毒就是他下的吧？妈，都说母子没有隔夜仇，您就不要再生儿子的气了。瑞林为了女人负气离开文家，被断了经济来源已经很窘迫，他还肯花钱为我买来这种贵重的镯子，看来心里多少还是有我的。文老太太戴上手镯，脸上也浮现出了一抹喜意，我却瞥见她头顶的小字嗖地变了，体内毒素暴乱，18小时36分后毒入骨髓，必死无疑。这文先生真是笑死了。我正寻思找机会告诉文老太真相，突然看到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走进文先生，轻声耳语了几句，我的身体不由一震，是那个杀死我的凶手，他是文先生的保镖。我面容冰冷，端着酒就走了过去。先生，要酒吗？我笑容幽暗冰冷，仿佛从地狱之中爬出来的鬼魅。男人惊恐地后退了2步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杀死了他，难道他也是杀不死的僵尸？他猛地回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他被雇佣去替国边境屠村，突然出现了一位身着道袍的年轻人，他召唤出一位仿佛有不死之身的女僵尸，替村民挡下所有子弹，并且毫发无伤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他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他眼前。
想召唤同款不死之身，5月9日来逆水寒端游，选我同款。说完便连同村民嗖的一起消失了。难道他也是不死之身的僵尸？保镖很快镇定了下来，他回头朝文瑞林低声说几句。文瑞林一脸震惊，不敢置信地看向我，眼底浮现出一抹恐惧。真相大白了，文先生果然就是幕后黑手。瑞林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嘛？妈，这个女人是鬼，她……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姑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可以跟我说，是不是我们文家有人欺负你了？你说出来，我会调查清楚，给你个交代。我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，说我被他儿子派人杀了，然后又活了。文老太会信吗？只怕会被当成神经病赶出去吧。犹豫了一会，我还是硬着头皮开口了：老太太，您快要大祸临头了。众宾客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文家人义愤填膺，文老太太却抬起手制止。姑娘，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您中毒了。姑娘，老太太的起居都是我负责的，你说她老人家中了毒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我去哪里找证据？都是我看到的，我没有证据。众人听了这话，都露出了鄙夷的神情。姑娘，这里是文家，不是可以信口开河的地方。你知道得罪了文家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没有信口开河。老太太，你中毒了，慢性毒素一直在腐蚀你的身体，如今你体内的毒又被人添了一把火，致使毒素暴乱，很快就会进入骨髓。一旦进入骨髓，将要时无一，明天下午1点之前，您必将中毒身亡。众人议论纷纷，都觉得我是骗子，而文老太太的脸色却很凝重。老太太，你戴上手镯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什么不对？刚才戴手镯时，确实有一股寒气顺着手腕窜了上来，只是很快就消失了，我就没有在意。难道这里面真的有什么缘由？小姑娘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开丧葬用品店的。众人脸上表情都有些古怪。完了，我让一个搞丧葬的人当寿宴女侍应，这么晦气，我死定了。你说这镯子有问题，那你来详细说说，它到底有什么问题？这只镯子来自于一座100年大墓，是从尸体上取下来的。你胡说！你闭嘴，让这位姑娘说下去。这只镯子戴在尸体上上百年，吸收了极重的阴气，已经不是凡品，成为了灵气。只可惜这是害人的灵气，就算是健康的人长期佩戴，也会阴寒入体，百病丛生，连气运都会变差。文老太太看着镯子，脸色凝重。老太太，您本来就中了毒，这只镯子这会送来，刚好就成了催命符，让你体内原本蛰伏的毒素开始暴动。这个女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。这镯子是我好不容易高价才找来的宝物，虽说不一定能够招财进宝，但也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。这个女人胡编乱造，根本就没有证据，她肯定是受人指使在挑拨离间。你真的没有证据？没有。您可以不相信，但明天下午您毒发之后，所有人都会相信。既然你说明天就能见分晓，那你愿不愿意在文家待一天？我倒是没问题，但您就不害怕吗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如果我亲生儿子真要杀我，那也是我没有将他教好，是我的命，我认命。我不禁有些佩服这位老太太，也许我能救你。这句话让所有人神色都是一动，文瑞林也福至心灵。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。你说那么多耸人听闻的话，不就是想骗钱？小姑娘，你还太年轻了，这种伎俩我见多了。我奇怪地看了看他，我没说要收钱啊。文瑞林脸上挂上一丝冷笑。是个人都知道，只要攀上了我们文家，好处多的是，还怕没钱？妈，这人就是个骗子，您可千万不要上当啊！你能给我解毒？不能。虽然和氏金手制中的玄式武术中有一道，但我还没学到那里呢。文老太太反而笑了。那你能做什么？我能让你感觉舒服一点。哼，果然是骗子，估计都是些江湖骗子的小伎俩，符水什么的安慰剂吧。那你试试吧，如果你真的能让我感觉舒服一点，我就信你。妈，
你尽管试，就算没有用，我也不怪你。我没多说，看了看老太太的血条，抬手点了一下加。好家伙，这次一点血直接给老太太加了3点。我又点了一下，直接给老太太加到了9点。我不敢加多了，要是直接加到12点，让她成了健康人，那就太耸人听闻了，只怕会传出去，容易招惹是非，还是苟一点保命长。文老太太面上没什么变化，心中极度震惊。是巧合吗？她只是这一点，我的身体好像被注入了一股能量，不仅感觉浑身发热，体力似乎也充沛了不少。这废腿好像也有感觉了，只是这肚子里翻江倒海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。而在其他人的眼中，我只是装模作样对着老太太指了几下。静，所有人都呆若木鸡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你脑子有问题吧？指一下就能给人治病？你以为你是神仙呢？我还以为你能表演个什么杂耍，念个咒语变个符咒啥的，没想到连江湖骗子那些伎俩都没有。我不该报警，我该打电话叫精神病院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哇的一声，文老太吐出了一大口黑血，空气中顿时弥漫起一股浓烈的腥臭味，众人都不禁后退了一步。血里有虫！那黑色的液体中，无数极细小的蛆虫在蠕动。奶奶真的中毒了！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文瑞林和文太太。姑娘，老太太一直是我在照顾，她的饮食起居都是我亲力亲为，这毒素是从何而来？下毒不一定是吃食之中，也可能是下在香里，或是老人家日常容易接触的东西。文老太太眼底闪过一抹惊芒，抬头看向文瑞林。妈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件事真的和我无关。这翡翠镯子是我托人买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从此人身上取下来的呀。各位，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，我现在要解决一些家务事，不便招待，各位请回吧。众宾客走后，偌大的宴会厅里只剩下文家主仆一些人。瑞林，你真是出息了。妈，真不是我干的呀，是你，一定是你干的。你想要毒死老太太，让你儿子彻底掌控文家。这只镯子也是你安排的，就是为了栽赃我。你这个女人好狠毒啊！阿芝照顾我这么多年，她什么品性，别人不清楚，我还不清楚吗？知子莫若母，你是什么品性，我也知道。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中年妇女被保镖带了进来。老太太为什么要抓我？我手脚一直很干净，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情啊。偷鸡摸狗的事情你是不敢干，但杀人放火就不一定了。林妈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，她不由得朝着文瑞林看了一眼，这一眼让文老太心里也有了数。我只问一次，是谁指使你在我的衣服里下毒的？我不知道啊。老太太，你们没有证据，可不能随便冤枉人了。为什么不报警？毒药哪里来的？经过哪些人的手，警察都能查出来。这种事传扬出去，文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众人无言。蔡玉萍，你害死了那么多人，真的以为警方查不出来吗？林妈惊恐地看向我，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她身后黑雾缠绕，隐隐间能看到一些充满怨气的孩子脸。横死婴灵，被拐卖而死的幼儿，死后怨气冲天，化为恶灵。他怎么会知道？还知道我的本名？我的脸都整过容了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蔡玉萍，你拐卖了那么多女人小孩，就不怕报应吗？林妈与我四目相对，只觉得寒气逼人，又想起多年来每次入睡便如梦魇般不绝的厉鬼哀嚎，精神突然就崩溃了。不，我不是蔡玉萍，你们不要来找我。那个毒是他叫我下的，不关我事啊。我真的想要改过自新的，是他逼我的。我真的错了，放过我吧。众人的目光又齐刷刷地落在了文瑞林的身上。文瑞林脸色惨白。是你和那女人勾结，诬陷我。啪，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脸上。文瑞林懵了，看着面前的文老太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妈，你的腿。文老太太也反应了过来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腿，
又看了看我，内心震惊的无以复加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姑娘只是随手即止，不仅逼出了我体内的毒，还治好了我瘫痪多年的腿。而且她年纪轻轻，却只是几句话就摧毁了林妈的心理防线。有这样的心机和手段，只怕她背后的家族势力远超我的想象。我文家权势再大，只怕在这姑娘背后家族面前也不值一提，万不可得罪呀。姑娘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又帮我们文家抓出了蛀虫，是我们文家的恩人。我知道你这样有本事的人是不在乎金钱的，我要是给你钱，那是侮辱你。这只镯子就当作是我的谢礼，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你不要嫌弃。不，我很在乎金钱的，千万不要怕侮辱我，我喜欢被人侮辱。是一个雕着龙凤的金镯，居然还是一件能聚灵养神的下品灵器，那就多谢老太太了。姑娘，你对我们有恩，我们本来应该好好招待，只是家中有些不便，只能下次了。老太太，我和这个保镖有些私人恩怨，想要私下跟他谈谈。文老太太心中猛地一沉，难道这孽障指使他这保镖曾经招惹过这个姑娘不成？这姑娘今天是来寻仇的，不行，绝对不能得罪她。姑娘，此事和我家这孽障有没有关系？如果这孽障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尽管告诉我，我绝不会姑息。有没有关，要问过才知道。张伟手持匕首猛地朝着我扑来，快拦下他！对，杀了他，只要他死了，今天的事情就能接过去，那个逆子没了这段姻缘也要倒大霉。我早有提防，抬手一指，张伟身形一顿就栽倒在了地上，脸色瞬间变得灰白。文家众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，文瑞林更是吓得面如土色。老太太，我想单独好好跟他谈谈。那天我明明杀了你，我刺了那么多刀，刀刀致命，你不可能还活着。你不是人，你是魔鬼，你是我当年在东南亚丛林里遇到的那个邪神。你和我杀了你的信徒，跟着我来到炎夏国，要找我报仇。邪神？什么邪神？张伟的心理防线似乎突然崩溃了，他倒豆子般全部说了出来。当年他被雇佣屠村，无意间竟看见村里供奉的食神眼睛动了，那一刻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满脑子只剩下一个想法：逃，一定要赶紧逃。于是他金盘洗手回了国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觉得自己跟邪神应该没什么关系。那晚我杀了你，拍了你的尸，你的照片就离开了。是邪神，一定是那个邪神让你死而复活来杀我。我微微皱眉，什么魔鬼这么好，不仅复活了我，还给了我这样大的本领？这不是邪神，明明是活菩萨。如果他有这样的能力，为什么不把他那群信徒复活呢？他甚至连阻止雇佣兵杀死村民的力量都没有。我身上的秘密跟他说的肯定没有关系。我不想杀你，我只是听命行事。文先生说他儿子能活，全都是因为和你定了亲，只要杀了你，文大少很快就会死于非命。这世上还有这样的父亲，为了害死自己的儿子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张伟的血条只剩下了7点，我又点了一下，一下子去了6点，只剩下1点了。看着如老病号一般的张伟，文家众人再次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他突发疾病，现在送医院可能还能保条命，但是下半辈子躺床上是躲不过了。瑞林这个贴身保镖刚才身体多好，我们是有目共睹的，怎么这么一会功夫就垮成这样子了？这姑娘的手段真是可怕。我看着文瑞林，心中也是纠结。虽然真想给他也来个简血套餐，但他毕竟是文家人，而我死而复活的事情也不好说开，直接动手不太好啊。文先生伙同这人做了伤天害理、有悖人伦的恶事，希望文家能够秉公办理。说完，我便强忍着想动手的冲动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文老太太心中也是警笛大作，这姑娘最后的话是在敲打我呀！如果我不把瑞林的事情问清楚，交去法办，这姑娘和她背后的家族只怕不会轻易放过文家。妈，
文瑞林想跟老太太说几句好话糊弄过去，却见文老太太冷冷地盯着自己。老太太，大少爷回来了。文君直走进了屋中。奶奶，听管家说您的腿好了。这都多亏了那位姑娘，她眼下有更大的问题。听完文老太对刚才的事情的描述，文君直愤怒地看向文先生。君直，现在文家是你说了算，你父亲的事情怎么处理，你做主吧。奶奶，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但我们文家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。文老太太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作为儿子，文君直亲手送自己的父亲入狱，别人会说他不孝，但是作为母亲，我可以，舆论还会说大义灭亲。管家，报警！妈，我可是你亲儿子啊！你这个畜生，我是你亲生父亲，你居然要这样害我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18岁那年，爷爷想把文家继承权给我，你往我的咖啡里下毒，好在我察觉，才侥幸保住一命。文瑞林浑身一抖，众人也是脸色一凛。我的跑车刹车失灵，工地差点被钢筋砸中，也都是你指使人干的。这些年你为了杀我，也算是煞费苦心，好在阴差阳错都被我躲过。文君只说得很平静，但众人却听得毛骨悚然。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，我都有证据，只是因为你是我父亲，我才一忍再忍。但现在你要害奶奶，我不能再忍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是个丧门星，出生就克死了我最心爱的女人和一直期盼的孩子。算命先生说你克我，只要有你在，我这一生永无出头之日。我只恨没在你出生就掐死你。哈哈哈！给我闭嘴！混账玩意！当年那个女人自己难产，怪得了谁？你出轨，对妻子不忠，对父母不孝，对儿子不义，你的一生坎坷都是你自找的。我文家从此再没有你这样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儿子。屋外传来了警笛声，很快就有警察进来，给文瑞林戴上了手铐。对了，今天救了我奶奶的那位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文太太神色一肃。张姐不知道从哪请来了这个姑娘，那姑娘手段了得，只是随手一指就让人倒地不起。你奶奶的毒和腿也都是她隔空治好的。我以前还不相信有内力这么回事，今天也是睁开眼了。那姑娘来历不简单呐。文君只若有所思，这描述有点很耳熟。回到店里，翻开和氏金手制，里面又浮现了新内容。流光拳是个不法清零却威力无穷的拳法。等等，说好了要退婚呢，我怎么给忘了？算了，今天文家出了这么多事，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，不然传出去，倒要说我落井下石了。A 市中心医院，张伟侥幸保住了一条命。你是谁？我结束修行，只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气随着意识游走，我试着集中注意力将它聚集在脚上，只是踏出一步，却感觉脚下生风，一下跨出好几步的距离。当气息聚集在手上时，坚硬无比的青钢木凳居然被平整地切下一角。砰砰砰，有人在敲门，是特安局的赵引言，他拿出一个黑色的小本本和一把手枪。何小姐，你的证件和配枪下来了，拿着这个证件，你可以随时呼叫警方的支援。这把也不是普通的枪，是总部刚研发的驱邪武器，里头的密银制服子弹对邪祟有克制效果，我们也是刚换上。那个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用来对付普通人。我点了点头，对付普通人用流光拳就行了，确实不必用枪，除非遇到持枪的亡命之徒。看赵引言详细的演示了几遍手枪的使用后，我小心的收起了枪。对了，你的手机不通，我这次过来还有一个灵异事件，上面安排我们去看看，暂定为1级，事件代号鬼买人。这次灵异事件的委托人是本市的知名考古学教授，姓戴。然而他看我们的眼神却有些不满。特安局就派你们这2个小年轻来调查我的案件。赵引言有些尴尬的点了点头。我不是说过了，让他们派几个经验丰富的老探员过来，怎么派了你跟这么一个实习小姑娘？你们这么年轻，能顶什么用？老杨现在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？
戴老，您消消气，杨理事派我们过来也是相信我们的能力，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。这位何小姐她证什么证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事情你们耽误不起，赶紧给我滚！让杨理事给我派几个靠谱的过来。戴教授，你是不是右手稍用力就会发麻？尤其是入夜后，但是去医院又啥都检查不出来。戴教授愣了一下，眼底浮现出一抹差色。他头上的血条只有9点，后面有一行小字：百年恶灵缠身，右手麻痹，入夜抖动难止，并已入腠理。对考古人来说，手就是生命，无论是从古墓里取出古物，还是复原已经损坏的古物，都需要灵巧的双手。最近我这右手麻痹发抖的毛病，几乎已经为我的考古生涯画上了句号。这几天都只能做书面工作，对古物连碰都不敢碰。可是这件事谁都没有发现，连我老婆都不知道。这个小姑娘是怎么知道的？听说特安局里有不少能人异士，他们有着许多匪夷所思的本事。这个小姑娘莫非真的有些才能？那你说说，我右手麻痹是什么造成的？只怕是和这次的灵异事件有关，您还是跟我详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其实我这病只是小事，更大的事发生在我儿子身上。戴教授老来得子，有个12岁的儿子，可是就在1个月前，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那天戴教授接到通知，某工地发现一座古墓。他到的时候，墓室已经打开，里面虽然雕梁画栋，但并不大，可见不是什么显贵，也没有墓碑或者墓志铭之类，陪葬品也少得可怜，只有一口朽烂了半边的黑棺，隐隐能看到里面躺着一具穿普通明代服饰的尸体。这样的明代古墓没有什么发掘的价值，他便让人直接回填。可是回来之后就出事了。当天他觉得特别累，在书房里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之间，有人走了进来，对他说愿意用200两黄金买他的儿子。戴教授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别说200两黄金，就是2000两万两也不能卖。于是戴教授断然拒绝，但那人根本就不跟他商量，直接走了。醒来后，戴教授也没有当回事，以为只是一个奇怪的噩梦罢了。可是半个月前，我老家的房子无故塌了一方，修缮时居然在地基下挖到黄金，不多不少，正好200两。200两黄金啊，得有1万左右克数了，换算下来得有500多万啊！要是我那座破破烂烂的寿衣殿下也能挖出黄金就好了，反正我也没有儿子。戴教授，或许这只是巧合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？戴教授的眼中浮现出了一抹恐惧。隔天方圆他就生病了，很奇怪的病。在收到老家挖到黄金消息的当晚，戴方圆就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有个古代装扮的人抓住他，说花了200两黄金从他父亲手中买了他。他醒来后就跟戴教授说，戴教授当时就感觉这是绝对不是巧合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儿子就一直做这样的梦，那个古代人牵着他的手在荒郊野外一直朝前走，戴方圆在梦中无法挣脱，每晚都被那古代人带着往前走一段路。到昨日，他们已经走到一栋大宅院前，甚至能够看到宅院大门前悬挂的2盏大红灯笼，还有门楣上写着阴宅2字的黑色牌匾。那座明代墓穴建造的就像一座大宅院，墓口也写着阴宅的石头牌匾。我和学生们当时还为了这个名字争论了一下，不知到底是坟墓的主人姓阴，还是仅代表这是死人住的地方。根据惯例，一般都会用姓氏来命名墓府，而阴宅本来就是坟墓的别称。这个名字不重要吧？然后呢？贵公子进屋了吗？就在昨天晚上，我儿子告诉我，他已经到了阴宅门口，今晚只怕门就要开了，那个古人会将他带进去。我有预感，只要他进了那座阴宅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时间紧急，我只能求到特安局老杨那里，让他派几个经验丰富、实力强大的老探员来。结果他竟然派2个。他一下子顿住，看了我们一眼，沉默了。我能见见戴方圆吗？孩子他妈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说去避一避，我带你去那个墓穴，你直接把那个脏东西给消灭掉不行吗？戴教授，这个案子一听就知道关键在你儿子的身上，不管他跑到什么地方，哪怕是跑到外国去，那个恶灵也会缠着他，跑不掉的。
戴教授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动身去我老婆娘家。戴教授的妻子姓方，家里是做房地产生意的。我们刚走进方家大门，就看到方家别墅之内，一个穿着黄色道袍的男人正挥舞着拂尘，正在走钢步做法。拂尘被他挥舞得虎虎生风，颇有几分香港僵尸道长的风度。供桌上摆放着供果、铜盆和一只香炉。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无令下笔，万鬼伏藏。那道士念着五雷破霄正法，然后手指朝着铜盆一指，啪！铜盆里窜起一道火花，火花过后，铜盆中多了一张黄符纸。道长捞出那黄符纸，递给一个长相雍容的中年女人，正是教授的太太。沾水的符纸上有2道人影，是一个穿着古装、眼歪鼻斜的高大古人，紧牵着一个满脸惊恐的小孩的手，正把他往某个方向拖拽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我梦里的那个人，他要把我拖进阴宅里去。方家众人闻言都是满脸期待地望着他，眼中满是崇敬。戴太太更是眼中满是泪水，拿出一张银行卡。青云道长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儿子，这里是50万，立马6个6，只要能够救他，事后我再给你100万。福生无量天尊，太太放心，我青云既然今天来了，就绝不允许这邪祟在人间作乱。待我祭出点手段，斩杀这只邪祟。青云道人转身又走到桌前，剑来。手中的拂尘忽然凝成了一把剑的模样，他用力朝着那盆中一斩，啪！又是一串噼里啪啦的火花，铜盆中出现了新的黄符咒。众人忍不住靠近一看，符咒上慢慢浮现出新的图形。那穿着古代服饰的高大人影倒在了地上，头颅已经被斩下，被拽着的少年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各位幸不辱命，我已经将那妖怪斩杀。方家众人见了都松了口气，戴方圆母子俩更是喜极而泣。青云道长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外孙，他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方家无后啊。青云道长温和一笑，眼中满是得意之色。想要除魔，本来就是我辈应尽之责，只是今日确实也是辛苦，若是出了一点差池，只怕都会变得相当棘手啊。还好有惊无险啊，呵呵。戴教授眼神复杂地侧过头来看着我俩。2位探员，你也看见了。我径直走到青云道长面前，你要大祸临头了。此话一出，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下来，方家人都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我。你是哪来的野丫头？怎么在这里大放厥词？一点都不懂礼数。小戴呀，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，冲撞了大师，让方圆他出事了，你这个爹也就当到头了。戴教授没有说话，只是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了。你真的要大祸临头了？我清楚地看到这位道长的头上写着陈青云，血条22点，也就是比普通人略高的程度。这也就罢了，可他的名字下还浮现了一排小字，以江湖骗术营生，妄言降妖除魔，已被百年恶灵锁定气息，厄运将至。呵呵，什么大祸临头？这不是我对付冤大头的惯用台词吗？那些走霉运的人，事事不顺，自然什么都会显露在脸上，哪怕是肉眼凡胎都能看得出来。这种人本来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冲撞了什么，才会这么倒霉。我上前这样一说，对方就信了4、5分，再加上我多年浸淫网络修真小说，各种专业名词一出口，3寸不烂之舌一通乱砍，很快对方就会对我心悦诚服。呵呵，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也跟我来这一套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哦，这位年纪轻轻的小道友倒是说说，我青云道人怎么就大祸临头了呀？你用江湖骗术来骗方家人，最多只是因行骗被抓起来蹲几天看守所罢了。可是你竟然敢说那只百年恶灵已经被你所斩杀，已经服了恶灵面子得罪了他，他怕是很快就要来找你报仇。青云道长脸色一沉，其他人都面露一色。这女孩真能说，青云道长刚才那几手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怎么可能是骗子？是啊，没点本事，那佛尘怎么能变成剑？还有黄纸上的小人，放肆！黄口小儿竟然污蔑我青云道人！
刚才我斩杀恶灵，大家可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不是吧？你这些小伎俩，1000年前的魏晋时期就有街头卖艺的开始用过了，无非就是在纸上用白矾画人像，再将纸放在水中，人像就会慢慢显形。这种骗术连古人都骗不了，你不会以为还能骗到戴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吧？他们没有戳破你的谎言，是给你面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大言不惭呢？我指了指铜盆里的纸，只要将这2张纸拿去检测，就能查出上面有没有白矾。都21世纪了，这点小魔术还有用？你以为人人都是酒漏鱼吗？方家众人见我言之凿凿，都面面相觑。戴教授和赵引言也觉得脸上有些发烧。真是有病乱投医，我刚才居然真信了。仔细一想，确实漏洞百出，还好没吭声，不然我堂堂一个考古教授，这脸就丢大了。虽然并不是太高明的手段，不过这姑娘能当场拆穿，倒是真有几分心智和本事。大意了，被他的这身饭头骗了，还以为方家从其他区请来了什么高手，搞半天居然是个骗子。完了，何小姐该不会觉得我这样的人都能进特安局？我们特安局是个草台班子吧？青云道长气得涨红了脸。你这粉毛丫头，居然敢诬陷我！我他妈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修道者的厉害！他手里的拂尘又凝成了剑的形状，直直地朝着我劈来。也许是修炼了流光拳的缘故，我下意识地将其引到头部，周边的速度看起来似乎慢了很多。我轻松地避开剑，运气道拳打在了他的肚子上。他痛得身体一缩，我就是伸手一抓，拂尘就落在了我的手中。青云道长一下跪在了地上，捂着自己的肚子，惊恐地望着我。我把拂尘外面的马尾毛一捋，露出了里面的短剑。众人都是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是口头辩驳几句，没人想到这假道士是真动了杀心。我按了按拂尘手柄上的机关，那短剑又缩了回去。你别想碰瓷！我见他跪在地上不起来，立刻后退了一步，满脸都是警惕。你持刀行凶，我不过是正当防卫。青云道长一口浊气憋在喉咙里，不上不下，很是难受。你他妈的真不讲武德，来偷来骗，搞偷袭！如果不是我刚做完法事，身体虚弱，今天我必拿你记我道心。还给我嘴硬，好大的胆子，公然持械袭击特安局高级探员，等着吃牢饭吧你！特安局是干嘛的？听说是专门处理灵异事件的正规单位。前几天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建材街僵尸事件，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处理的。方家人这才回过神来，顿时大怒：你这丧尽天良的东西，我儿子都快要被恶灵给抓走了，你们这些江湖骗子还来骗钱！爸，你到底在哪里请来这么个骗子？我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什么手段没见过，没想到现在年纪一大，还是逃不过老朽昏庸，冥顽昏聩，竟然被这种手段拙劣的江湖骗子骗了，这老脸真是有些没地方搁。保安，把这个骗子给我拿下，捆起来送去王局那里。2个保安一前一后就要上去拿人，院里的电灯忽然闪烁几下，气温巨降。庶子安敢欺我，当死！这句话是古文，意思是你个小喷子居然敢欺辱我，活腻了。一个古装打扮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众人身后，让众人只感觉毛骨悚然，一时间都僵在那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也有点慌，他的血条足足有900点，血红小字写着600年恶灵已成鬼煞，耗时童男童女惊魂。这只鬼煞目光阴冷地望着众人，他长相普通，皮肤透着一股灰白，那是死人才有的颜色。他的目光最后停在了青云道长的身上，青云道长只觉得自己像是被毒蛇盯上了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吾之容颜本清俊，竟遭会作此般丑秽乖谬之态，实乃古墓之徒，其罪难换，当死！鬼煞右手虚空一抓，青云道长的身体仿佛被一只无穷的大手提到了空中，一阵黑色的火焰燃烧了起来。众人都被这惊悚的场景震惊得无以复加，一时间竟都吓得连逃跑都忘记了。青云道长的血条迅速的减少，身体也肉眼可见的干瘪焦黑了下去。我一惊，伸手朝他的血条点了一下，+7。青云道长的血条涨回了一些，火势似乎小了几分，
鬼煞眼中闪过惊疑，微微皱眉，右手一握，火势猛地反扑，血条迅速跌落。青云道长的血量一下就清空了，身体也变成了一具焦尸，从空中跌落下来。我心中生出了一丝慌乱。之前我所遇到的那些灵怪，只要我在受害者身上加了血，他们的攻击手段就会失效。然而今天的这个却不同，他的攻击能让受害者持续掉血，哪怕我不断耗费自己的血给他加上了血，也会掉下去，攻击并不会消失。不愧是600年的鬼煞，果然难对付。方家人在短暂的惊愕之后，便是极度的恐惧，众人如梦初醒，也纷纷惊叫着逃命。方圆，你放开我的孩子！不知什么时候，鬼煞把方圆抓到了身前，他看向戴教授，露出阴恻恻的笑容。即将小儿授于吾，缘何如此吝啬？今吾携小儿去，勿念。他的意思是，既然你们把孩子都卖给我了，为什么现在又吝啬不肯卖了？现在我就要将孩子带走，你们不用惦记他了。戴教授脸色大变，朝着自己的儿子冲了过去。鬼煞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戴方圆眼睛往上一翻，身体一软就跪倒在地上。虽无对策，但是我已经来不及思考更多，只能脚底运气顺步上前，一把抓住。须臾之间，我已经站在一条阴森的林间小路上，面前赫然立着一栋古老的宅院，巨大宅门顶上挂着一块黑色的牌匾“阴宅”。宅子的大门紧闭，高大的院墙里隐隐传来戴方圆惶恐的呼救声。我略一思量，运气到手，用力一划，门栓应声而落，只是轻轻一推，厚重的宅门猛地砸在墙上，发出巨大碰撞声。我看向阴宅的正堂，似乎在举行宴会，人还不少。刚才这么大动静，这些人肯定知道我已经进来了，与其躲躲藏藏，不如光明正大的进去。如果用道理说服不了他，我还有流光拳可以讨教。事已至此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我不再犹豫，大步朝着正堂走了过去。正堂之内，高朋满座，大大小小的鬼怪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，似乎正喝得高兴。奇怪的是，房间里鸦雀无声，仿佛一出默戏。汝乃何人？缘何来此？我本打算跟他直接摊牌要人，此刻心中却不由冒出了个念头：我自幽都而来，乃幽都使者，奉幽都之主之令巡视人间。殷怀远，你可知罪？此时方家宅邸中，杨理事带着2个探员匆匆赶来。老杨啊，出大事了！我就说让你派点老探员，你看看这现在可咋整？哎，杨理事面色凝重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焦尸，又看向沙发上不省人事的我和戴方圆。他们一下子就成这样了，无论我们怎么喊，都喊不醒。老杨啊，我就这一个儿子啊，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呀。他们都还有呼吸，只是失去了意识。赵引言收起滴滴作响的仪器。杨理事，从现场那个恶灵的手段和这个道长身上残留的阴气看，对方至少是D+级，甚至有可能到了 C 级。什么？出掉的专员不是说只是一个用梦魇迷惑人类的1级恶灵吗？怎么可能达到了 C 级？C 级到底有多强？老杨，我儿子还有救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们的探员应该已经跟过去了。去哪里了？阴宅。引言，立刻打电话给齐老。联系过了，齐老在处理 C 级的鬼关事件，他和其他出任务的工作人员都没接电话，应该是被困住了。杨理事深深地吸了口气。这丫头是我局最年轻、最有天赋的探员，如果她死了，对我局是个巨大的打击不说，她还是尹氏家族的后人，要是因此得罪了她身后的那个家族，只怕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马上向周围的几个市求援，他这样的探员，我们可损失不起。是。杨理事深深地望着我，此时的我双眼微闭，就像睡着了一般平静，但这样的平静下，只怕是死亡的危机。丫头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鬼煞的身体轻轻地抖了一下，虽然很轻微，但这个动作没有逃过我的眼睛。我赌对了，这只600年恶灵的墓穴雕梁画栋，却刻意没有留下墓碑或是墓志铭之类刻下往生者名字的东西，显然是想隐去身份，说明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可能有某种意义，不想轻易让外人知道。
殷怀远沉默了一阵，抬手朝我行了个抱拳礼。原乃幽都之事，在下有眼无珠，不识尊驾，实乃失礼之至。殷怀远，你吸食小儿精魄，可是犯了幽都大忌，你可知罪？殷怀远眼珠子闪了闪。使者大人息怒，小的知罪，恳请大人网开一面，小的必有厚报。他拍了拍手，两个仆人抬了一口箱子走了出来。那两个仆人面容呆滞僵硬，虽然看着像人，却不是人，全都是陪葬人俑所化。殷怀远挥手打开了箱子，竟然是满满一箱子的银锭子。当场行贿啊！这明代官场的味道也太正了，不愧是猫鼠同年，历史上贪官最多的朝代。殷怀远，你竟敢贿赂本使者，就不怕罪上加罪吗？殷怀远陪着礼，脸上却不慌不忙。使者大人，汝不语，无亦默然。幽都之高堂，岂有知者乎？连这话说的也很明朝官场。这只600年老恶灵不好对付，它的攻击能让人持续掉血，我估计耗不过它。得想办法先把戴方圆给带走，等到以后我有实力了，再来消灭这个老怪物。我故作冷漠地瞥了殷怀远一眼，心中努力组织语言，想让他教人。殷怀远看了看我，了然的点头，他又拍了拍手，那两个仆人又抬上来一口箱子，里面是满满一箱子的金锭，金灿灿的黄金，闪得我眼睛都有些发直。这可是一大箱货真价实的金子啊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见我僵着一张脸没有说话，殷怀远脸色沉了沉，又拍了拍手。这次的箱子里是一些奇珍异宝，甚至有一些称得上是灵气的东西。不是，你这样显得我很贪婪啊。行了，看在你还算聪明的份上，这次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你还需答应我2条。若是你应了，不仅此事我可替你瞒下，日后若有人在幽都之主面前提起，我亦会想办法替你遮掩。如果你不答应，幽都里头是怎么处理这些恶灵来着？拔舌、上刀山，还是下油锅？算了，少说少错，可别露馅了。使者大人请直言，若因某力所能及，定不辞让。其一，你刚刚抓走的那个小儿与我有姻缘，你得还回去。殷怀远的脸色阴晴不定，我的心中也有些忐忑。他不会拒绝吧？他要是拒绝了，就只能撕破脸皮大战一场了。想起他那防不胜防的无名黑炎，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暗暗运起周身，随时提防着他出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来到阴间，总感觉我身体里的那股气似乎壮大了不少，仿佛这方天地间有取之不尽的灵气，而且有意识般争先恐后的主动钻进我的身体。大厅里一股隐隐的威压陡然出现，让殷怀远忍不住眉头微皱。大堂里的众鬼也是忽的感觉，空气仿佛重了好几分，一阵魂飞魄散的濒死感祸地朝他们袭来。他们先前脸上的猜忌和戏谑都变成了惶恐，几只修为较差的厉鬼甚至生出了一丝想要跪地叩拜的冲动。虽代家童怎命格非凡，能助无力大增，然此女子气势超凡，恐非无所能招惹之辈。吾凭隐名诡道，与万世甚微，放在幽斗木下，前沿数百载。今距正果仅数年之遥，切不可轻率行事，自绝其途。殷怀远神色一凛，脸上陪着笑，恭敬地站起身行了一礼。使者大人宽心，吾即刻前笔归去。满脸惊恐的戴方圆被带了出来，见到我他飞快地冲了过来，我用眼神示意戴方圆不要说话，心里暗暗松了口气，又正了正脸色，不敢松懈半分。其二，你以后切不可再勾小儿魂魄，幽都使者无数，倘若你落了别的使者手中，证据确凿，我也没办法救你。你要记住，若是真有了那一天，你不识我，我也不识你，我们可从未见过。殷怀远眯了眯眼睛，露出了一抹释然的表情。大人宽心，尔等定不使大人为难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不愧是600年鬼煞，果然好说话之进退。这几箱子东西送去方宅就行。说罢，我牵起戴方圆的手，转身就走。恭送使者大人。殷大人，此人虽有异处，然观其生魂之气及装束举止与吾等所闻之鬼差迥异，未必真为幽都使者。大人何故如是信之？吾之名讳，乃吾修行之本也。知晓吾之真名，实以握持吾生之命门也。吾临终前，已将世间所有记载无名之文献尽除之。即墨
不立碑，不治名，令三界之中无人知无真名。此子能知乎无名，定能翻越无知生死不已。且彼周身之位，非寻常幽都使者所能及也。他眼底幽深，脸上露出一丝忌惮。且论之，若无亲自行刺于彼，虽或可一击而中，然若幽都失去一使者，岂能不深究其责？吾已潜藏数百年，若祸端终归咎于吾身，恐无一难逃行路之乎？是以唯有姑且忍辱负重，以金银财宝惠之。倘彼使者真能于幽都之中为吾隐瞒，吾或可因此多得一份安宁。原来如是。那宾客轻叹了一声，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顿时面露惊恐。尔等既已知无名讳，便断不可留。我刚出阴宅大门，就听到了身后传来的惨叫声。我没有回头，顺着来时的那条小路跑得更快了。跑着跑着，就看到前方不远处隐隐能看到一个光团，依稀还能感觉到活人的气息。光团里传出一些声音，是杨李氏。大地突然有震感，林子里隐隐有一些动静，一只巨手朝着光团挥去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抓住方圆，直接朝着光团丢去。待方圆刚接触到光团，就骤然消失。不等我试着运气起跳，巨手已经挡住了整个的光团。血红的月光下，出现一张遮星蔽月的巨脸，仿佛神邸般居高临下的凝视着我。怪物血红色的眼神看不出什么神情，但是我感觉他在害怕。他怕我？为什么？难道他也认为我是幽都使者？巨大牛头怪物呐呐自语着，慢慢的后退，很快就引入黑暗，不见了踪影。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这怪物怎么回事？他显然是把我当成别人了。为什么？难道跟我的眼睛有关？还是因为我修炼的和氏金手指？现在爷爷不在了，九叔看着我长大的，只能回去找他问问。如果能问到一些爸妈的事情，也许能知道点什么。阴宅内监视着一切的殷怀远已经一头冷汗。此人果然来自幽都，单凭气势便能令这头负伤失智、徘徊此地的牛头鬼差如此忌惮，其身份果然非同寻常，断不可与此人结怨。幸亏我多加谨慎，否则性命难保啊！此刻方家、杨李氏等人正焦急地等待着其他分局的救援。杨李氏离得最近的避世探员，最快也要4个小时才能赶到。杨李氏叹了口气，满脸焦灼。方圆，方圆醒了。爸爸，太好了，你能醒过来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方圆，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和你一起的那个姐姐呢？我去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方，那里没有活人。那个姐姐说要带我走，那些鬼都怕她，就放走我了。我们跑啊跑，有一个小山那么大的怪物挡住我们，姐姐把我一推，我就醒来了。老杨，方圆他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他只是有些吓到而已，没什么大事。杨李氏，他说的那怪物如果属实的话，可能相当棘手，只怕和小姐处境非常危险。杨李氏看向还在昏睡的我，眉头紧锁。就在这时，我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，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。何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有些愣神。杨李氏等人都松了口气。何小天探员，我是杨李氏，骚扰戴家的那只恶灵呢？你好，杨李氏。那只恶灵有数百年修为，实力太强，我现在没法杀了他，但他已经答应我，不再来骚扰戴家，也不会再作恶了。他答应你不再作恶了？众人面面相觑。小何探员，你不是跟他做了什么交易吧？算是吧。杨李氏心里一紧，有些急了。你答应他什么了？这种几百岁的老家伙诡计多端，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！放心，我只是……这里怎么多了几只箱子？咱们家没有这样的箱子啊！小心，不要碰，那很可能是恶灵的东西。众人脸色煞白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不用担心，这些都是那只恶灵给我的。我掀开了箱盖，整个屋子里的人全都惊了，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。2箱子的真金白银，还有各种灵气，全都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。
这是那恶灵给我的贿赂。他为什么要贿赂你？杨理事还是太嫩了，一只几百年的凶残恶灵，为什么要贿赂玄术师？仔细想想，何小姐真的消灭不了他吗？谁也不知道阴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说不定何小姐将那只恶灵打得满地找牙，对方为了活命才贿赂她呢。她不想细说，肯定又是为了藏拙呗。该怎么解释呢？自称幽都使者什么的，听起来好羞耻啊。他是害怕我回去告状，这话到了众人耳里又是另外一层意思了。原来那恶灵害怕的不是这个小姑娘，是她背后的势力。她身后那神秘的顶级隐士家族，连鬼神都忌惮。这下实锤了，一切都跟我想的一样，都变得合理了起来。两位领导，我这可不是受贿啊，我是为了救人才和他虚与委蛇。我不舍得看了那些金银一眼，咬了咬牙，这些赃款我全部上交。我心痛的无以复加，面上还是故作豁达。说到底，这就是赃款，爷爷从小就教我，做人要干干净净，清清白白。杨理事等人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丫头，你说她老实吧？她有精明的不行，连几百年的恶灵都被她拿捏得死死的。你说她精明吧？这些金银反正是恶灵给的，她不说谁能知道？恶灵还能来举报她不成？她却直接把这些金银拿来方家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杨理事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小何啊，你觉悟这么高，我真的很欣慰。你放心，我们都明白你的苦心。城市的另一边，两位身穿道袍的男人正蹲守在某个楼洞的角落。师傅，王先生说的那怪物今晚真的会来吗？当然，今晚就是1月之7，他一定会来取走王先生的头颅。忽然，他眼神一明，来了。只见一道黑影结结实实地撞在半开窗户的渔网上。师徒两人上前一看，里面竟是一只成年老猫那么大的蝙蝠，一双爪子锋利无比，周身隐隐散发着一股怪味。师傅，这是什么蝙蝠？你看它的爪子，看起来比刀还锋利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这怪物身上有术法的气息，此事只怕还有内情。什么内情？难道王先生的头痛不是这只蝙蝠造成的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只蝙蝠很可能是别人豢养的。难道是邪修？先把它抓起来再说。周胜从怀里掏出一只画了符箓的布袋，就是要扣住蝙蝠。就见那蝙蝠忽然张开了嘴。不好！师傅周文若一把推开弟子，蝙蝠口里的黑雾结结实实喷了他一脸。师傅！周大师满脸痛苦，脸上浮现出了一层可怕的黑色，甚至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血丝。我们中计了！呵呵，一个玄照境都没到的修士，也敢来坏我的好事。周大师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黄色符箓，一把拍在周胜脑门上。周胜只觉眼前一闪，丢的一声，缩地成寸，消失无踪。没想到你竟还有缩地成寸符，可惜了，竟然用在一个凡人的身上。周大师的口中涌出了大口大口的黑血，生命力肉眼可见的流失着。使用秘法取人头颅练邪功，难道你是岭南的云阳大师？你竟然知道我的身份，倒是有几分见识，只能怪你多管闲事，下辈子长点记性吧。等云阳走远，忽然角落里土地松动，一个人将泥土拱开爬了出来，正是徒弟周胜。那张速地成寸符只是半成品，只能勉强让他潜藏入地底浅处移动数米。还好云阳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师父！周大师倒在地上，脑袋已经不见了。周胜不敢哭喊出声，怕把那个恐怖的黑衣人又给吸引回来。刚才他藏在地底，师父的话他听得真切，云阳二字让他毛骨悚然，如坠冰窟。哪怕我入行不到2年，都听说过岭南赫赫有名的夺头邪修云阳，他是老牌的玄照境高手。据说他会挑选一些生辰八字特殊的人，用一种特殊的手法割人头，炼化后可以为自己快速提升修为。被他割头的江湖术士不计其数，甚至有不少特安局探员都惨遭其毒手。只是此人神出鬼没，根本没人知道他的真身。没想到真让我们给撞上了。如果真的是邪修云阳来了 A 市，
只怕定会是一场腥风血雨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丧命，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。城南一高级楼盘里，所以像刚才那样莫名头疼，过了子时立马消失的症状，已经持续了1个月了。是的，能想的法子我都试过了，国内国外的名医一点毛病都没查出来，只能指望你了。君侄，真麻烦你了，半夜还特意跑来。都是老同学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情况我都知道，我会尽快把我说的那个大师请过来。文君止突然眼神一凝，朝着窗外看去。窗户对面的楼顶上站立着一个黑影，赫然是之前被称为邪修云阳的神秘黑袍人。感受到文君止的目光，黑袍人也是一愣。他发现我了，周身没灵气，明明只是个普通人，直觉倒是有几分敏锐。罢了，一起杀掉就是。黑袍人口中念念有词，周身的蝙蝠也变得狂躁起来，眼里隐隐发着嗜血的猩红。他一个扫把砸在他的背上。喂，你干嘛的？赶紧给我下来！要死别地死去！保安是吗？这里有乞丐要跳楼，帮我报个警，让老刘和小孙也上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可能多心了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大早上，我正准备出门觅食，门口就响起敲门声，是文君止。文先生，是有业务介绍我吗？文君止酝酿的温言软语全卡在喉咙里。没有业务，我就不能来找你吗？没业务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文君止又被噎住了。好吧，其实真的是有一件私活。什么案子？我的老同学得了怪病，一入夜头就痛得要命，一过子时就会好，已经病了快1个月了。有病去医院啊！不要搞封建迷信，耽误了治疗。他自己就是医生，国内国外都去过了，各种检查都是正常的。玄术师他也慕名找了几个，不过都只是卖假符、跳大神的江湖骗子，恐怕只有你才能救他了。我之前跟他联系过了，他说如果你能治好，能给你5万块。5万？如果真能治好，那可顶得上我卖大半年的寿衣了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我先去看看吧，不过我也不能保证能治病啊。这里是何大师家吗？是的，我是他孙女。你是来做寿衣吗？不是的，何小姐，我叫周胜，我师父是周文若，他跟何大师有交情。我师父他昨夜遭了毒手，被邪修割了头。我刚进玄术圈没几年，认识的人不多，只能来找何大师了。我爷爷已经过世了，你说的邪修是怎么回事？何大师过世了？他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写满了绝望。我是特安局探员，如果是涉及到邪修或者灵异事件，你也可以跟我说，我解决不了的会上报到特安局，到时候局里会派更厉害的探员来处理。就靠你们2个人吗？不行的，只是去送死，那可是南岭邪修云阳，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可以对抗的。他多年前就是玄照境的高手，光靠是特安局。玄照境很强吗？是什么等级？据我所知，玄术界的修炼等级分为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还虚、炼虚合道4个境界，而这4个境界里又各有3个小境界。炼精化气中又分为玄照、开光、融合；炼气化神中又分为心动、灵寂、金丹；炼神还虚中又分为元婴、出窍、分神；炼虚合道中又分为合体、渡劫、大成。倒是和我看过的传统道家的等级划分是一样的。那现在的玄术师们一般都在什么等级？现阶 A 市的玄术师，包括特安局探员，大多只是能操纵低级灵异物品或下品灵气的普通人。突破到玄照境，可以初探灵气和能操纵灵气的人屈指可数。总之，大抵都是最低的炼精化气境界。往上一层炼气化神都存在于一些传闻中，并没有人真的见过。这个云阳邪修，如果真的是玄照境的话，确实有些棘手。周胜面色悲伤地点了点头，将不久前的事情讲了一遍。文君止忽然凝眉：你刚才说那位王先生，每入夜就头疼欲裂，一过子时就好。对，那位王先生从1个月前开始就没完没来由的头疼，奇怪的是过了子时就一点症状都没了。他找到了我师父，
我师父推算出是有邪罪想夺头，我们就在那里蹲守。只怕王先生和我师父一样，已经被云阳那邪修给割了头。文君止面色一沉，不好，我同学今晚有危险。文君止同学没接电话，又家门紧锁。文君止直接用密码打开，开门的瞬间，一股血腥气迎面而来。走进客厅，三人赫然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，脑袋已经不见了。文君止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昨天还跟自己有说有笑的同窗死在自己的面前，让他的心中生出了一团怒火，熊熊燃烧。他此时才头疼，你也不是故意来晚的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在关心我。文君止心里一暖，心头的火一下子就小了下去。啪，门猛地自动合上了。滋滋滋，墙上一台跟豪华装修格格不入的老旧电视突然亮了起来，里面播放的居然是屋里的画面，就像是实时监控一般。可怕的是，屏幕之中那个没了头颅的尸体竟然动了，画面闪烁，明明灭灭之间，更多无头尸体悄然站在了客厅里。不要回头！文君止和周胜都是一惊，止住了强烈的回头欲望。电视里的无头尸体朝着三人慢慢走去，三人都紧张到了极点，但是无头尸体只是静静地站在他们身后不足1米的地方，并没有更多动作。这台电视机是一件灵异物品，我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。电视机上飘着一行字：灵异电视，连环杀手曾用它无数次播放杀人录像，它既怨念而生，可扭曲现实，不要相信电视机上播放的任何内容，外力无法破之，断电即可。我走过去拔掉电源线，随着电视机被关闭，房间内的景色也是突然一变，一个穿黑袍的男人盘腿坐着，地上用鲜血画着一个奇怪的阵法，上面赫然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头，正是文君止的同学。文君止脸色一沉，手一甩，一柄匕首朝着黑袍男人弹射出去。当一支血鞭迎面撞飞匕首，又朝着文君止冲来。周胜咬破手指，在木剑上一抹，迎面砍向蝙蝠。蝙蝠吃痛张嘴，喷出一股绿气，两人躲闪不及，被喷了个正着。周胜只觉头皮一炸，师傅的惨状还历历在目。他就是云阳，完了，这气体有毒。呵呵，上次你师傅拿命保你，让你侥幸逃脱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来找我，倒是有几分胆色。不过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我这瘴气的毒根本无人能解，你两家个死定了，可惜了2颗好人头啊！两人只感觉身体一僵，一股剧痛袭来。我来不及多想，伸手即止，将他们血条瞬间加满。两人哇地吐出一口污血，剧痛也随之瞬间消失。你们退后，我来对付他。黑袍男人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看了看地上的污血，又看了看没事一样的两人，满脸震惊。是化毒的灵气，还是灵异道具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只是一指就将我这血鞭瘴气凭空被化解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血鞭做事又要上前，我随手一指，噗，血鞭在空中直接炸成一团血雾。好一个能干的小姑娘！这台灵异电视不知道杀过多少聪明绝顶的玄术师，他们都忙着对付身后的鬼影，从来没有想到过拔掉电源。刚才这驱毒和隔空击杀的术法也是好生了得，此般年轻却有如此手段，敢问你师承何处，来自哪大家族？我是特安局探员，是你杀了周文若大师和这位先生。呵呵，蝼蚁罢了。姑娘有这般的本事，竟愿意屈就于特安局，真是浪费呀！不如你拜我为师，我把我毕生所学都一一传授于你，你随我一起踏遍天涯，这浩浩天下，什么地方我们去不得，什么事情我们做不得？金银财宝、妖童艳女，应有尽有。他的语气睥睨天下，我却只觉得这台词羞耻得让人脚趾抠地。蒋东阳，你不过是个开光境的玄术师，还没有突破到融合境，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天下无敌？云阳的脸色一僵，心思也活络起来。他怎会知我的真名？而且还一眼就看出我的修为？难道他的修为比我还高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的身上的确有灵气流转，但是很弱，连玄照境都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比我强？除非他用某种方法掩盖了自己的真正的修为，恐怕也只有一些隐士大家族才有这样的法器或功法。呵呵，小姑娘，
你好大的口气呀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你可知开光镜在现今的玄术界是什么地位？我微微皱眉，不是吧？要是开光镜都天下无敌，那融合镜甚至炼气化神的心动镜的玄术师怎么办？心动镜，现在玄术界还有几个心动镜？传闻中的那几个老家伙活没活着都不知道呢。难道这个女人的家里有心动镜高手？心动镜？呵呵，姑娘说笑了。现在的玄术界哪还有什么心动镜？连心动镜都没有？现今玄术界这么拉胯的吗？云阳没来由的突感一阵心悸。听听这语气，这姑娘莫不是从小在深山里长大，身边全都是高手，才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我的运气这么差，为了躲避追杀，在是稍作停留，难道又要招惹上了一个更深不可测的隐世大家族？而且这个家族的情报网一定极为强悍，我成名之前就舍弃了名字，世人都只知云阳，知道我真名蒋东阳的人应该死绝了才对，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。云阳心中已经萌生了一丝退意。算了，既然你已经认罪了，作为特安局探员，我要将你捉拿归案。呵呵，凭你也想抓我？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抬手一点，开光镜的云阳有整整300点血，是我见过的活人里血量最高的。我这一指居然足足扣掉了他10点血。从阴域回来后，我的灵气似乎又壮大了一些，连带伤害也增加了不少。云阳此刻心中大骇，跟我交过手的玄术师，没有1000也有800，攻击路数基本都有迹可循。这种看不到任何道具，也感觉不到任何灵气波动的，只是堪堪抬手一指的术法，居然能将我体内的灵气连带着气血迅速抽走。这难道是神通？不对，一个玄照境都没有的年轻姑娘，怎么可能会施展融合境才能施展的神通？难道是什么隐蔽的灵异道具，又或者是灵气的效果？云阳心生贪婪，夺宝杀人的事情他也没少干。区区贱婢也敢对我动手？一知你能对付这些呢？你那些隔空击杀、驱毒的法宝又能施展几次？一大群蝙蝠从他斗篷钻出，密密麻麻，众人只感觉头皮一炸，均是脸色大变。云阳一指，蝙蝠群朝着众人袭杀而来。轰！一团火焰忽然喷出，蝙蝠瞬间爆燃殆尽。刚才挡刀的蝙蝠一出来，我就注意到他头上的小字写着以活人之血喂食，死人尸由浸泡而成，可火攻之。自从发现了点血技能不好群攻的缺陷，我就在包里常备了杀虫剂和打火机，灭虫剂中的某些化学物质燃点低，遇到火焰就会立刻燃烧，关键时刻可以做成喷火器。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。云阳大师的脸变得有些苍白，刚才这些血符一死，操纵他们的云阳也被反噬，头顶的血量被扣掉了一大截。这些血符不知道耗费了我多少心血，帮我诛杀过多少玄术师，没想到却在这里全军覆灭。他眼中凶光一闪，掏出一张血红的符箓，单手掐诀朝我一指，一股诡异的力量扫过我的脑仁。我只觉得脑袋里一阵嗡鸣，又仿佛有万千人说话，眼前一黑，就陷入了黑暗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一睁眼，看到周胜倒在地上，伤得站不起身，身前文君只嘴角淌血，手里握着一柄亮着血光的骨戟，跟云阳对峙着，墙上横七竖八的有几道裂缝。青铜戟亮着一层血光，森冷冰寒的杀意朝着四面八方弥漫，屋子里隐隐有兵戈交击和士兵的喊杀声，仿佛正在上演一出古装大戏。云阳擦了擦嘴角的血，眼睛却死死盯着那柄残缺的骨戟，看起来刚才应该也吃了不小的亏，神情中竟有几分忌惮，更是带着一丝贪婪。小子，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，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，竟然用自己的生命力来驱动这件中品灵器，再用几次只怕你会爆体而亡，不如放下这把骨戟，转身离开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文君只目光冷峻，死死盯着云阳，随时准备出手。还是我来吧，我不能让你有事，刚才大意了，我有闪的。他在担心我，原来他把我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怎么能让他去对敌呢？他是大老板，人脉广，我还指望他以后多多给我介绍私活呢。蒋东阳，你还是打算顽抗到底吗？虽然这特安局女探员有些古怪，但是我还有一些手段，
未必不能拿下他。只是今天一时轻敌，已经折损了太多灵气，身子骨也有些吃力，再去驱动那些灵异道具，只怕容易被反噬。与其以命相搏，不如等回去恢复1、2再来报仇。他正想跟我谈谈条件，却眼前一花，被打得倒飞出去。虽然他及时运转灵气挡住了一部分伤害，但是身上还是传来一阵阵剧痛。他嘴里一咸，鲜血从嘴角淌了出来。你他妈不是问我是不是还要顽抗吗？我还没有回答你呢，你怎么就动手了？真是卑鄙！他掏出一个白帆，朝着空中舞了舞。我云阳自从成名，还未曾如此狼狈过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见识下我夺头修士云阳的真正实力。7个被炼化缩小的人头瞬间悬浮在空中，隐隐还有一个诡异的阵法图案。7手齐聚，血迹幽冥，阴灵鬼兵，速速听令！这柄招魂幡极为不凡，不仅能杀人锁魂助我修炼，还能召唤鬼神为我所用。只是驱动条件也极为苛刻，每次使用都需要提前炼化7颗生辰8字奇特的人头来献祭鬼神。这是我威名远扬，让玄术界人士闻风丧胆的名号，夺头修士云阳的来历，也是我压箱底的杀招。完了，这估计就是传说中夺头邪修云阳的那个大招了。听说他还是玄照镜，就靠着不为人知的术法，一夜之间屠了3连门王家几十口人，其中甚至有开光境高手。7个人头，难道他能召唤神龙不成？我正欲再出手，人头啪啪啪啪瞬间爆炸开，云阳脸色苍白了几分，脸上却露出得意之色。哈哈，小姑娘，鬼王大人已收下祭品，今天哪怕你是开光境，有上品灵气保命，也难逃一死。房里温度剧降了好几度，一个黑影突兀地出现在了云阳大师身前。殷怀远，何大人看着自己敬畏如神灵的百年鬼王，居然对眼前的女人如此恭敬，云阳的心猛地一沉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连鬼王大人都对这女人如此恭敬，这女人只怕真是背景通天，身后的家族势力远超我的想象。难道我这次真的栽得这么彻底？该死！我的心里也有点发怵，原来云阳祭炼人头是为了招来阴郁厉鬼借刀杀人，也不难怪他只是开光境，却四处作恶，有恃无恐。只是如果殷怀远跟他有什么大交情，铁了心如果站在他那边，那今天就麻烦了。这里不是阴郁，继续在那套幽都使者的说辞上做文章，只怕会被老道的云阳揭穿，到时候殷怀远新仇旧怨一起算下来，就只能以命相搏了。你跟他很熟吗？殷怀远的脸色变了变，又拱手作揖。回大人，小人只是途径此地，与此人并不相识。云阳闻言脸色死灰，自知大势已去的他再不敢心存侥幸，手一抖，一张黄符出现。不好，他要跑，那是真的缩地成寸符。此仇来日再报。不等众人反应，黄符瞬间燃烧，云阳身子一沉就消失了。窗外有惨叫声。不对，这里是9楼，悬空的呀，缩地成寸能往哪里缩？这云阳老贼真是急糊涂了。众人有些无语，殷怀远敲了个响指，纸人女士将摔得头破血流的云阳扔死狗般扔在了地上。大名鼎鼎的云阳大师，斗篷下竟然是一个瘦小老头，看上去有60、70岁，身材干瘪，头发已经掉了不少，皮肤苍白，看上去就像个农村的普通老头。云阳再次吐出一大口鲜血，抱着一丝侥幸地看着殷怀远。鬼神大人，只要你帮我杀死这些人，我会献祭更多活人，10个、100个都可以。今天这里的事情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，不管他背景如何。殷怀远隔空捏住了云阳的脖子，脸色沉了沉。住手！此人作恶多端，我要将他上交，查出同党余孽一并清理。是大人，此人含血喷人，在下一时情急而已，断不敢耽误大人要事，还望大人恕罪。小人突然想起府中还有要事，今日就相告辞。等等，那被献祭的7个人的魂魄得留下。那是自然。殷怀远敲了个响指，空气里隐隐传来锁链断开声。回大人，被此人禁锢的魂魄已被在下悉数释放，小人告辞。他再次作揖，身形瞬间隐去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文君只从怀中掏出一只手铐，啪的一声将奄奄一息的云阳铐上。你以为用这种东西就可以锁住我？这手铐用秘银制作，炼气化神以下的玄术师都无法逃脱。你一个小小的开光镜，莫非还能例外？小小的开光镜，你……云阳被气得无话可说。文君只似有所感，他转身看着沙发上的无头尸骸，眼中有遗憾，也有欣慰。老同学，杀你的罪魁祸首已经被他抓住了，你可以瞑目了。我们下辈子有缘再见了。何小姐，云阳他这斗篷下藏的都是些好东西啊！这几件灵异物品要是拿到黑市上卖，每个卖个几千万不成问题。还有这瓶蛊药可以治疗蛊虫噬心，黑市上早就有市无价。还有这瓶疗伤药，这些是赃物，要上交的。周胜的喜意一下子凝固了。何小姐，其实按照江湖规矩，这些都是你的战利品。但我不是江湖中人，我是特安局的探员，得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和编制。这些东西都是灵异道具，流入黑市了，不知道又会被多少人拿来作恶。不如上交道具到特安局统一管理，每个还会有奖金的，卖给谁不是卖？而且特安局的钱来的省心，黑市里的钱不干净，万一收到了电诈基金是要动卡退钱的，那就亏大发了。这些可是开光镜高手收藏的东西，随便一件面世，只怕都能引起玄术师们重金哄抢。何小姐实力深不可测，肯定是因为来自隐士家族，家中藏宝无数，是金钱如粪土，根本看不上这些东西，才会舍得交给国家吧。哎，有人出生就在罗马，有人只是凑数的牛马。我拿出手机给赵引言打去。何小姐，是不是遇到什么灵异案件需要支援？告诉我位置，我们马上就到。不用，其实是我抓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所做的坏事罄竹难书。他才刚到咱们 A 市不久，就害死了好几个人，还砍了他们的头，用来施行跟厉鬼签订契约杀人的邪术。赵引言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最近下面的确报了好几桩无头案上来，他正准备带人去调查。你抓到的那个嫌疑人是？蒋东阳在。赵引言一头雾水，没听说过呀。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云阳大师。什么？谁？你说谁？云阳大师。岭南的那个？难道还有好几个云阳大师吗？你没受伤吧？那位云阳大师不仅是老牌玄照镜高手，而且手段颇多，这些年虐杀了外省特安局不少探员。你千万不要轻敌，他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有很多后手伤人，防不胜防。我看了地上还在吐血的云阳一眼，我没事，但他可能有事，要不我先叫救护车吧。千万别叫外面的救护车，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我马上派特安局的救护车过来。这个云阳邪修诡计多端，说不定会害了救护车上的人。我点了点头，的确，电影里反派被送去医院的时候，不管他伤得多重，总能跳起来杀光救护车里的医护人员。救护车可以算警匪片和恐怖片里最高危的职业。那好，我看着他，等着你们来。我挂断了电话，然后看向文君止，见他面沉如水。别担心，虽然这些灵异物品要上交，但奖金我可以分给你一些。不用，我不差钱。我知道你不差钱，但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你也出了力，这钱就不能不给。其实你不用和我算得这么清楚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一码归一码。不管如何，总要给人一点甜头，下次人家才会八心八肝的给你介绍业务，这就是人情世故。亲兄弟明算账，难道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和亲人差不多了？是啊，根据我的调查，我爷当年给我结的娃娃亲就是他。虽然我爷答应过他爷爷，让我们在他25岁之前不能去打扰他，25岁后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婚。但是现在我们名义上就是未婚夫妻，可不就是亲人吗？好，那就多谢了。看吧，他多高兴啊！刚才说不要，肯定是客气，但人家客气，我不能顺坡下驴，这样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才长久吗？我又转头看向周胜。何小姐，我不要钱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周胜，虽然蒋东阳和你有杀师之仇，但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要相信特安局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啊，
我知道你恨他，但你千万不能趁他无法反抗的时候把他打死，那是犯法的。我何德何能，可以对一个开光境的高手行私刑？即便那位开光境高手已经受了重伤，也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凡人能够动得了的。他也太看得起我了。不对，他是在点我。他是不是看出我心中满是仇恨，害怕我走了歪路，才说这样的话？何小姐不仅能把云阳这样手段颇多的老邪修玩弄于掌心，让百年厉鬼言听计从，还这么擅长洞察人心。特安局的探员原来都是这么强的吗？根本不是江湖传言里那么不堪，那些人只是没机会接触像何小姐这么有实力的探员而已。何小姐，你放心，我相信特安局。我会努力研究师傅留下的东西，将师傅的衣钵发扬光大，争取也加入特安局。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电视里不都这么演的吗？明明凶手已经被抓住了，主角还要行私刑，杀了他报仇，结果把自己给送进去了。年轻人最容易冲动，好在周胜听劝，分得清更重要的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有警笛声响起，很快有人敲门，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医生站在门外。是何小姐吧？我是赵队长派来的，嫌疑人在哪里？特安局的证件上面的照片是他的，下面的名字是谢安。我又抬头看了看那医生头上的血条，上面的名字是江州，玄照境修为，绰号千面郎君，云阳大弟子。你赶快进来吧，不然他就要不行了。江州带人快步朝云阳走去，眼底闪过一丝急切和担忧。赵引言的车停在了楼下。赵队长，那个救护车不对劲，我们离得近，局里的救护车不可能比我们还快。糟了，电话被窃听了，何小姐有危险。三人快步冲了进去。他们是假的，他们……赵引言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场景，那些伪装的特安局工作人员倒了一地，而云阳那以阴险狡诈、心狠手辣盛名的得意门徒千面郎君，更是鼻青脸肿地跪在我的面前，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。赵队长，这个是江州，绰号千面郎君，那边那个是蒋东阳，江湖人称云阳邪修，快把这师徒俩带回去，免得让他们跑了。好，去把他们扣起来。赵引言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激动。何小姐，你这次可真是立了大功啊！其他省的特安局为了抓住云阳，已经精心布局好多次，都让他给跑了，还折损了不少人手。没想到现在在我们辖区，没费一兵一卒就抓到了。有了这次的奇功，咱们分局一定可以在全国面前好好露次脸。杨理事再出特勤，等他回所里，一定会去帮你申请的一等功。一等功有什么用？当然有用，除了本来应该发的奖金和证书，等你几十年后退休了，还能增加不少退休金。退休金真好，谁不想躺着就拿高薪呢？文君指的医生同学被特安局裹了起来，这是云阳犯罪的重要物证。周胜谢过我之后，带着特安局的人去收敛了周大师的尸体。送我回家的路上，文君指一直很沉默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毕竟是同学丧命，心里应该还是很悲伤的，还是不要去打扰他。这次的邪修远超我的想象，虽然他继承了爷爷的衣钵，又天赋异禀，本事非凡，但是玄术界什么人都有，手段也各不相同，保不齐会遇到更难缠的对手，总会有不敌的时候。我需要更多用得上的灵气和保命的手段，才能保护他，不至于成为累赘。那个，如果你想完了就开车吧，我现在真的好饿。城市另一边，杨理事站在郊区一处江边，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棺椁，棺椁罩着一层薄薄的绢布，上面画着繁复的上古符文，除了有些脏污，居然没有丝毫破损，显得极为不凡。棺椁的一角有斧头劈砍留下的破损，还往外溢散着一缕黑气。他眉头紧皱。怎么样？实验室的放射性探测年结果已经确认，样本确实源自大约3000年前的时期，与商朝的时间框架相吻合，应该是商朝的棺椁没错。我们已经对棺椁进行了初步的能谱分析，检测到的阴气浓度很低，这些阴气应该只是从棺材内部溢散出来的。根据目前的数据看，这口棺椁具有封锁阴气的能力，能够有效地抑制并囚禁棺内的异常能量体。你的意思是，里面关押着一只怪物？
很可能是一只修炼了3000年的怪物。这都是什么运气？怎么连3000多年的老鬼都出来了？要是他从棺材里逃出，只怕整座城市都要遭殃。我刚才问了现场的围观群众，他们说有人劈砍棺椁后，在溢出的毒气杀死那人前，棺椁里的怪物有说话。他说自己是伯夷之弟孤竹君舒淇。杨李氏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如果棺材里的真是舒淇，那就是3000多年的大妖。真要说起来，岂不是和传说中的9尾狐妖苏妲己是一个时代的妖怪了？他的额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。这已经不是我们分局能够处理的事情了。他不再迟疑，掏出手机给总部打了出去。天刚蒙亮，我结束修行，和氏金手制里新出现了一些道法和符篆知识，颇为玄妙精深。我勉强记住了一些初级的入门符咒，结合灵力，应该能在关键时候发挥不小作用。上次跟云阳交手，仓促间用灵力抵消了他大部分精神攻击后，我对灵力的操纵有所顿悟，肉身强度似乎也壮大了不少。冥冥中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了某个突破的关口，只等一个机会就能突破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是杨李氏的电话。杨李氏亲自带着我坐上了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，来到了郊外的一座小山之中。那山腹之中竟然全部挖空了，里面修建了基地。这是研究所和仓库，每个分局都有一座，只有特安局的正式探员才能够进来，必须严格保密。杨李氏放心，我嘴最严了。哼，你这丫头，我要是信不过你，还能带你来？二人来到一间空荡荡的大房间，房间中央立着一口巨大的棺材，上面还包裹着布料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口从江底浮上来的商代棺椁，里面很可能关押着一只3000年的大妖。我盯着那棺材上面漂浮的文字，有些懵。锁灵卷用北极金蚕所吐之丝织造而成，上面织造着封锁灵气的锁灵纹，可封锁灵气，有封印妖魔之效。这是棺椁最外面那层卷的介绍，里面的棺椁呢？棺椁里的妖怪呢？什么都没有啊！难道要将外面包裹的东西揭开才能看到？我情不自禁想要上前将锁灵卷掀开一个角。千万不要碰，这东西很危险。他将来龙去脉详细说了一遍，我有些惊讶，原来这就是孤竹军棺。你知道这棺材？我曾在《搜神记》里看到过记载，说汉灵帝的时候，海水之中有棺材浮出，有人想要拿斧头砍它，棺材里传出声音，自称孤竹君舒淇。那人吓坏了，不敢砍，还修了一座庙宇供奉。没多久发大水，连棺带庙一起被冲走了。《搜神记》里的记载到这里就戛然而止，也没有人知道那口棺材后来去了何方。真没想到，我竟然能看到这口棺材。这棺材刚一出现，只是溢出的些许黑气，就杀了围观的好几个人。这种3000年的老家伙，我们只怕是压不住，只能送到京都。这样厉害的妖怪送去京都，那可是华夏国的京师啊！要是妖怪在京都肆虐，岂不是更可怕？京都有护龙大阵和镇妖司，再厉害的妖邪也不敢作乱。这东西送入京都之后，总部会将它收入镇妖司，会有专门的阵法师设下阵法镇压。原来如此。虽然这次绩效奖金比较多，但是会比较危险。只要你愿意护送我，杨理事，请务必将这个任务交给我。风越大鱼越贵，这个任务奖金应该不会少吧？我还怕这任务太危险了，他不肯接，准备了一大箩筐的话，结果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小何同志，这个任务很危险的，棺椁的消息已经泄露了出去，江湖更是传言棺椁里除了大妖，还有上古秘宝。现在不仅棺椁里有不知真身的大妖，一路上还有各路虎视眈眈的江湖玄术师和大家族势力。杨理事，事关 A 市4000万百姓的生命，我义不容辞。杨理事心中有些羞愧。多么善良又富有正义感的姑娘啊！人人都说玄术家族的子弟自私自利，只在乎家族传承，根本不在乎国家利益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死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小何同志，一是有你，是我们 A 市的福气。我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。
杨理事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只要我愿意护送，后面那个。啊？哦，只要你能完成任务，奖金30万块，外加1件灵器。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能够为国为民侠之大者，也要能够挣钱吃饭，不要没苦硬吃，这才是双赢。两人从地下仓库里出来，3个年轻人正等在门口。何探员，这是我给你安排的队员。运送棺材的还有很多普通工作人员，这几人则是特安局最优秀的年轻玄术师探员，他们会协助你护送棺材。你就是传说中的何小天探员吧？久仰久仰。我代号黑狼，我最擅长的是感知之术，不是我吹，方圆5米之内，就是一只苍蝇飞过，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我看了看他的血条，贺浪，特安局代号黑狼，100点，玄照境中期，擅长感知，已开天眼。道家3名五眼6神通中，五眼指的就是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道眼。普通人只是肉眼，能开天眼可不容易。你好，我是何小天。这是黑龙，他最擅长的是雷术，别看他年纪不大，已经突破到玄照境了。你好，何探员，你好。于谦，玄照境后期，修炼雷击之术，乃于家15代传人，居然有150点，不愧是世家子弟。这是黑蝶，他擅长符箓，当年在特安局玄术学院里，符箓科一直都是满分。你好，你好。周时杰，75点，玄照境中期，擅长符箓之术。我们队伍里本来还有一个黑凤，不过他出任务去了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我们先出发，他会来追我们。这次押送棺材，你们一定要小心，不仅要小心棺材里的妖怪，还要小心外敌。杨理事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呢，保证配合和探员圆满完成任务。当天晚上，棺材就搬上了前往京师的特殊动车，一共8节车厢，其中1节车厢存放棺材，其他车厢用以布防。我看着这些全副武装、戴着防毒面具、手中端着冲锋枪的士兵，有些懵。这就是杨理事说的工作人员。还有一些科学家模样的人，穿着防护服，同样戴着防毒面具，围在棺材旁边，记录着什么。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有点压力山大。这么多人啊，没想到这趟护送还要负责这么多人的生死。何探员，听说你抓捕了云阳，云阳可是开光境的高手啊，给我们讲讲好不好？其实也没什么，那个叫云阳的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在半空中用缩地成寸符摔晕了，抓他很简单。黑狼挤出一道笑容。那你当时活捉千面郎君？周围的士兵和科技人员都竖起了耳朵。千面郎君残害的特安局探员比起云阳更多，让整个特安局上下人人自危。哦，江州啊，比他师傅还笨，他冒充急救人员被我识破了，他就弃械投降了。众人都有些无语。你要是不愿意说，可以不说，用得着这样凡尔赛吗？不愧是传说中的何小姐，装逼都给人感觉这么厉害。我见众人都一副便秘的表情，心中也很懊恼。完蛋，又把天给聊死了。我没说谎啊，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，弹幕都可以给我作证的。似乎是驶入了隧道，窗外黑了下来，头顶上的灯闪烁了2下，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黑狼忽然嘴角一勾，何探员，你听说过插足吗？